黝黑的银发却生在满是黑发的家族，本以为身陷全员疯批，小雪豹战战兢兢，怎料却成了全家团宠。本是雪豹家族最完美的继承人，却与敌对的黑豹家族联姻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丢掉性命也要诞下黑豹的子嗣。雪豹家主看着怀中的孩子，理应是外公的对方，眼里却毫无一丝关爱。转眼7年过去，女孩尽管平安长大，却始终未能觉醒雪豹能力，家主也彻底失去耐心，冷声下令将外孙女关进阁楼。昏暗的房间，女孩每天都如针尖，浑身是伤的她，已经到了跟鼠鼠抢夺发霉面包的地步。这天家主又把不满发泄在她身上，揪住小蒂尔的后颈就朝外拖去，弱小的她几乎无法抵抗，砰的一声被重重扔在阳台，就立马把门关上。她不明白外公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，她哭求着，拍打着，换来的却是无人的回应。很久，突然听见门开的吱嘎声，来人正是自己的姨母。小蒂尔恳请她放她出去，不料对方竟直接撇清自己的关系，反而还一顿怒骂，只因今天是给女儿罗薇买礼服的日子，别吵到他们。罗薇是蒂尔的表妹，唯独那双象征雪豹的蓝眸与她相异。她曾幻想着，若自己也有双蓝瞳，或许也能得到同样的温柔。小眼珠不禁滑落，她实在冷得受不了，恳求姨母开门，可却遭冷漠拒绝，真是可笑。堂堂雪豹竟会怕冷。说完关门离去。不知多久，大雪掩埋了这小小的身体，脑海中反复回荡着罗薇与外公的欢声笑语。她意识逐渐迷离，但愿来生自己也能感受一下温暖的幸福吧。可老天却没让她如愿，再次睁眼，自己已身处阁楼，显然有人救了她。望着手上的旧伤，这不是罗薇1个月前推她下楼所留的吗？不明所以的她意识回到过去，不过好像身体有了些许变化，竟能发出电灯泡的能力。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，小蒂尔这次不再坐以待毙，是要改变冻死的命运。看着镜中雪白的金色眼眸，她或许能在黑豹家族寻得一线生机。此刻正是逃脱的良机，家族都在为罗薇争夺太子妃之位，全府上下忙碌不停，更无暇顾及小透明的她。她带上剩余的口粮，估计勉强能保她活下去，却差点又被鼠鼠偷了，连忙把另一个抢了过来。接着一个后跳，砰的一声，变成了雪豹的形态，真是可爱极了。本想为了吓退她，没曾想反倒自己害怕的钻进地毯里。就这样，小雪豹抱着食物蜷缩在里头，害怕又郁闷的等待到傍晚的时机。只因外公常常提及到她是害死妈妈的杂种，不仅雪豹一族讨厌她，就连黑豹家族都想置她于死地。但眼下也只能去内看看了。不过胆小的她还是不由得害怕起来，捂着小脑瓜战战兢兢的。很快来到晚上，小雪豹悄然行动，外公对她那么好，她肯定得先去他那搜刮点值钱的东西。一番翻找后，幸运的是找到些金币，估计够马车的钱了吧。突然还发现黑豹家族的吊坠，黑豹的东西怎么会在这？她带着疑惑研究探寻，没想竟是妈妈的照片。孤独的小蒂尔不禁流下眼珠子，她决定把她带走，希望妈妈能给她点勇气。计划看似顺利，却忽略了巡视的奶妈。来人还以为是罗薇小姐，不料仔细一看，竟是那个小煤球，行为鬼祟，显然心怀不轨，立刻召集侍卫围捕。小蒂尔无处可逃，只能闯进皇室贵宾的居所。为避免引起恐慌，众人只得退回，向家主禀报。小蒂尔第一次来这里，昏暗的四周与阴森吓得他迷路了，要是被抓到可就糟了。全然不知身后早已站了一人，来人手刚碰到他，小腿直接发软，扑通倒地。是谁？来这里干嘛？蛇一般的绿眸牢牢锁定猎物，面对对方质问，小蒂尔颤抖的说不出话。蓝孩迅速观察，破衣烂衫与金眸，看来不是那个罗薇小姐，但显然黝黑的银发的确是雪豹一族的标志。再不说就把你赶出去。小蒂尔心中慌乱，简短自称雪豹，想要逃离此地。突然门外响起敲门声，看来真是来追女孩的。没多想就让小蒂尔变回雪豹，让他躲进床底下。小雪豹急急忙忙朝里头钻了进去，都不知可爱的小身板还留在外头，看样子是个傻包子呀。此刻副官步入，报告说雪豹家有个侍女精神失常乱跑。男孩随口称没见到，然而心底却蹊跷得很，明显的银发居然谎称侍女吗？随即下令不得让他人打扰自己休息。原来他是此次微服私访的皇太子，虽然怕麻烦，但没办法还是摊上事了。副官离去后，皇太子示意小雪豹现身，询问究竟发什么事。小雪豹无处可逃，只好袒露身世及计划。得知女孩父亲竟是黑豹，皇太子惊愕不已，看着那圆溜溜的金色双瞳，原来如此。小蒂尔当听到自己的钱袋子根本走不到那里，他顿时慌了，可没想到对方竟答应带他去，这是他第一次露出笑容，开心极了。伊安轻挥衣袖，照出一个蓝色法球，让小蒂尔躲入其中，以免被发现。就这样，小雪豹被一把放进空间里，两小脚爪刚一落地，里面简直乱成一团，还乌漆嘛黑的，甚至一碰到任何东西就会消失，吓得他毛都竖起来。他只好小心翼翼的，只见前面有个发光的抱枕，闪闪发光，特别的很。他试探的戳了戳，幸好没有消失。小雪豹心中狂喜，终于有了睡觉的地方了。第二天，副官寒暄几句就想离去，这让外公大为不满。为了皇太子妃，他策划几个月，心底的怨恨就想给那倒霉蛋点颜色看看，竟破坏他的好事。本想让副官见见孙女罗薇，啪的一声，不依不饶的态度显然惹怒了对方。更令他烦恼的是，罗薇这时也不顾闯了进来，满怀期待的问自己是否能前往皇宫。很明显罗薇已被淘汰，但他依旧天真的追问何时能带他前往。男人不予理睬，留下一句告别便离去，都是那煤球惹的祸。家主虽心有不甘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强颜欢笑送至门口。末了还被皇太子摆了一道，关门声震耳欲聋，留下外公愣在原地。皇太子不耐烦的抱怨，若非自己能力过强，身体难在，也不必急于找伴侣分担，惹得这些贵族个个热屁股贴脸。这时伊安才想起小雪豹还在空间里，急忙温柔的把睡得迷迷糊糊的雪豹崽抱了出来，这给副官看傻了，反复擦了擦眼镜，确定自己没在做梦。随即伊安下令前往黑豹领地，送这小家伙回去。副官听完有些疑惑，得知伊安的身份，小雪豹的眼睛眨巴眨巴着，紧张的表示要去黑豹家族找爸爸。黑豹特有的金眸，雪豹
豹象征的银发，这让副官联想起传闻那件事，本是敌对立场的卡萨斯与蕾娜，不顾家族反对结合诞下一对双胞胎，但在怀第3胎的时候却传来噩耗，那个孩子也迷之消失了。这消息极为震撼，不久他们便抵达了黑豹领地，一下车就说要见家主，并声称我好像找到了你们的小女儿。管家听后连忙引众人进屋，室内装饰之奢华让小弟儿惊叹不已，这宽敞简直有雪豹家的2倍大。首次身着礼服来到这里，若非伊安哥哥在旁，小弟儿还真觉不自在。抵达会客厅后，小弟儿显得局促不安，始终无法安然落座，又紧张又怕弄脏伊安送的衣服。男孩见状，看来不出手你就不乖了是吧？小弟儿有些害羞的脸红，看着美食上桌，小包子肚子咕咕叫，却犹豫未动。原来这些是为他准备的，可一来就吃饭，让他担心会不会遭人讨厌。呼哧一声，小嘴巴被猝不及防的塞了块甜点，好吃的让他快要飞起来一样。这时大门骤开，黑豹家族首领他的爸爸现身，小弟儿顿时手足无措，猛地站起来。父亲威严难尽，他虽欲想多次开场白，但一想到外公说爸爸会打了他，此刻却低着头说不出话，却不知对方早已按耐不住的哽咽了。两人默默矗立了几秒，第一次相见，此刻犹如过了好几个时辰般。小弟儿握着掌心的东西，像是有什么给他勇气似的，翻出吊坠，表明自己的身份，恳求对方拜托了，请让我留下吧，我不挑食，睡仓库都行。这卑微的请求深深触动了父亲，这一刻女儿的痛像插进他心里一样，他心疼的想去安抚女儿，怎想小弟儿却紧张的退缩，父亲强忍情绪，只好让他离开会，表示要跟客人谈话，吩咐侍女带小弟儿去休息。突然的支开，小弟儿心中充满苦涩，爸爸没说接受自己，这让他对未来迷茫不已。自己没钱没吃的，他可能不得不卖掉伊安送的昂贵礼服，他真很舍不得。等待侍女出现时，小弟儿已经偷偷湿润了眼眶，连忙上前安慰，并递上美食，告诉他家主很快会来。小弟儿听后失去泪水，还是决定不管了，再不吃的话被赶走时就后悔了。与此同时，卡萨斯得知女儿的遭遇，年幼的身体却满是伤痕，还被雪豹称为精神不好的侍女，他大概猜出了所以然。黑雪两豹至今都在争夺掌权，雪豹连续的没落已是濒临。然而蕾娜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，远超同龄人的天赋让雪豹看到希望，而最后却与卡萨斯结合，所以蒂尔成了他们隐藏的后手。大人们的战斗居然利用孩子，真是让人可气。这时侍女匆匆闯了进来，客人带来的小姐晕倒了，男人焦急慌了，迅速赶往小蒂尔所在的餐厅。小蒂尔此刻还喃喃着抱歉，脸色苍白的躺在侍女怀中，赶紧命令将她抱到床上，并去请来医生。看着餐具散落满地，手里的拳头足以证明他的怒火，所幸没有大碍，只是简单发烧了90度而已。卡萨斯不禁自责，当时应当先让孩子别再担心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他决定为小蒂尔亲子鉴定入户，此前他已提前将自己丝缕发放至神殿，直到找到女儿的那天。终于他的信念没有让他失望，见状伊安也只好回宫，可惜未能与女孩道别。小蒂尔的爷爷闻讯从800里赶来，迫切想见孙女一面，虽被父亲告知孩子在休息，只能偷偷望一眼，但这也让他心满意足。最终公爵轻轻合上房门，爷爷默默离去。梦中小蒂尔不停奔逃，无数黑手紧追不舍，意图取其性命。猛然惊醒，他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床上，难道不赶他出去了吗？只听门外些许激烈私语，我真该要去杀了那个家伙。这番话让小蒂尔心生寒意，意识到自己在家族中一难容身。夜深人静，他只好变成小雪豹再度行动，不过这次他不再搜刮东西了，而是直接逃离。很快小蒂尔不见的消息传到爸爸那里，手中立马召唤起几道火焰精灵，就算挖地3000尺都要给我找回来。用力咬牙，爸爸还没为了你做任何事呢，这次他一定要给他说清楚。没过多久，得知找到女儿藏身地下室，他赶忙找了过去，角落的他蜷缩成一团，颤抖着祈求对方手下留情，浑然不知背后的那道心疼。爸爸的呼唤顿时造成惊吓，雪豹家族的伤痛让他不能忘却，恐惧意外激起他潜藏的魔力，金光一闪，男人目瞪口呆，小蒂尔也随即昏厥倒地。在睁眼时，爸爸已守候在旁，耳边依稀回响着父亲昏迷前温柔的安慰，只是当时恐惧盖过了一切。主治医生的到来让小蒂尔意识到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大幅提升，想到在雪豹家时的医生浑身是伤的他甚至不给他一块纱布。得知宝贝女儿的担忧，男人温柔的解释，你那双雪白的金色眼眸足以证明你是黑豹家族的主人。听到自己能住在这里的小蒂尔，甚至能吃上甜甜的美食，父亲暖心的承诺，他真的激动不已。于是父亲令下让人端来甜品，他脸上洋溢满满的幸福，被一口一口投喂的感觉差点都让小雪豹变回原形。得知这位温柔女仆将是专属侍女，小蒂尔心中安全感倍增。另一边，公爵见不到孙女，焦急的在客厅跺脚。卡萨斯直言不讳，说女儿昨晚觉醒了光之异能，既非雪豹的冰晶，也非黑豹的火焰，这让公爵大为震惊。如此能力只存在于传说中，更不为人知的是，豹族中有个家主秘传，光之力能驱散诅咒。此刻局势动荡，若被神殿或皇室知晓，刚恢复的平静生活恐又将陷入混乱，这是卡萨斯不愿见到的。他只愿女儿快乐成长。数日过去，小蒂尔仍未完全适应新生活，拘谨地坐在沙发边角，不管父亲怎么说都不敢动弹。爸爸只好略施手段，有点尴尬又有丢丢害羞。爸爸见状才满意下来，小蒂尔心中的戒备也随之消散。明明是很平常的关照，甚至可以让他笑出来。他满眼的心疼，那些人究竟夺走你多少幸福？接着父亲谈及他能力的秘密，小蒂尔惊觉自己竟成为帝国珍宝。父亲大人，那可以帮助家族做些什么吗？突如其来的懂事让男人扎心不已，手背的青筋逐一显现，他根本不需要女儿做违心之事，这与外公的观念大相径庭。闻言，爸爸竟只要自己开心过好每一天，而其他事都交给他就好了。他只是告诉女儿能力的特别，而不是有事求他才说起。小蒂尔听完彻底放下心来，好的爸爸。而雪豹家族那边，家主正因找不到小妹
煤球恼怒至极，如此恶劣天气外出极为危险，如果万一被黑豹知道就糟糕了。他直接下令加大搜寻，而这次一旦发现便格杀勿论。比起不爱他的雪豹外公，小蒂尔更害怕这残忍的黑豹爷爷。他俩明明还没见面，就要把他嘎了。当听到爷爷赠送好多礼物给他，他心底不由一颤，这是要把他栽倒在美丽的摇篮吗？这癖好，这手段，小蒂尔越想越害怕。几天后得知爷爷回家想见孙女，两人终于第一次正式会面。早就听闻宝贝孙女讨厌自己，爷爷主动澄清你可能误会我了，赶忙叫来小蒂尔消除误会。尽管语气柔和，蒂尔还是低着头。他对爷爷这个身份有着天生的畏惧，加上之前外公那偷听到的杀意，他颤颤巍巍地说明那晚的事。爷爷听罢，秋斗妈的，他几乎都要跪下，急忙大声解释，可没想更把小豹子吓惨了。这下误会更深了。他澄清那番话是说给外公听的，要杀的是外公，都是卡萨斯的错，不让自己见孙女。看到爷爷笨拙的解释，小蒂尔忍不住笑了，并感谢爷爷给我这么大的房间，这让爷爷心花怒放，心都差点要掏给孙女当玩具玩。随即拿出一卡车礼物，甚至还精心准备了黑豹玩偶，毛茸茸的，小蒂尔喜欢极了。看到宝贝孙女开心的模样，他满意的不行。你哥哥们小时候也喜欢这个，你喜欢就好。小蒂尔一脸疑惑，原来还没人告诉他有2个哥哥。听到哥哥们正从学院赶回来，小蒂尔又担忧起来，他们会因母亲的事责怪自己吗？妹妹发烧300度，2哥哥腿都不要了，不管3七4十7的赶了回来，但嘴上却嘴硬得很。疯批家族今日终于团聚，小蒂尔第一次与哥哥们见面，心底扑通跳个不停。好在爸爸暖心的招呼，恍惚间哥哥打破沉默。费勒迪首先自我介绍，尽显风度。小蒂尔一颤颤地说出自己的名字，不料鲁迪安粗鲁地打断了对话，才7岁，真的好小，初次见面便带来满满的压迫感，吓得小蒂尔都要昏过去了。不过两人外貌与母亲毫不相似，鲁迪安不由好奇调侃，白发金童，真的好神奇。然而却勾起小蒂尔伤心回忆，原来外公称他杂种是这个意思。好在父亲出面制止，屁话很多是吧？下令他们短时间不准接近妹妹，两人只好乖乖应好。费勒迪不放过机会也踩一脚，对妹妹别那么轻浮好吗？接着便帮小蒂尔递上食物，不失优雅，笑着表示有个可爱妹妹真的很开心，这让小雪豹稍感安慰，反而是一旁耿直的鲁迪安越看越不爽。明明来的时候说嫌妹妹麻烦，现在又另一副嘴脸，虽是双胞胎，但两人的性格却天壤之别。比起鲁莽的鲁迪安，心思沉稳的费勒迪想的更多。他一开始就不相信小蒂尔是个真货，亲子鉴定都没出来的妹妹，仅是靠着特殊的外貌、惹人怜爱的模样就俘获父亲和爷爷。尽管他表面喜欢妹妹，内心却持相反想法，并不认为小蒂尔有解除诅咒的能力。即使所有人被骗，但他可不会那么轻易中计。为此，他开始了揭开妹妹的真面目。但小蒂尔的伪装实在太过彻底。隔天，小蒂尔越来越感觉两哥哥不喜欢自己了，因为他们实在太可疑又太明显了吧。窗外的窥视，大厅的尾随，他的小脸蛋郁闷嘟囔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侍女解释这只是大人的吩咐，暂避正面接触的禁令。但自餐厅那次后，费勒迪的眼神再无温柔，每次的相望都像审视般，而那种警惕的感觉犹如回到那个家一样。这时侍女传来皇太子到访，听到是伊安哥哥来找他，小蒂尔当即振作起来，瞬间给花丛后的两人急了，急忙又优雅现身而出，太不像话了。身为哥哥的他们不能靠近妹妹，而他作为救命恩人却能轻易相见，作为哥哥的他怎么能输给别人？吩咐让那混蛋滚吧。侍女当即想死的心都有，你是在叫我去让皇太子滚蛋吗？话音未落，皇太子以不可一世之态走来，朋友的问候，妹妹的深威，小蒂尔保卫战随即陷入争执。我救了你们真实的妹妹，黑豹家族就这样回报吗？哥哥刚想辩解，但自己不是还不承认他的身份吗？小蒂尔只好出面调和，请求哥哥们稍微给他们点时间。可爱的模样萌化他们的心，紧接着两兄弟一个可以一个又不可以。皇太子几乎快要发怒，就在这时，小蒂尔的小爪子抓住费勒迪的手，那哥哥能陪我一起吗？费勒迪被妹妹的撒娇打动，立即答应。鲁迪安嫉妒刚想说话，却被费勒迪以作业的理由堵上嘴，真是太卑鄙了。表面称自己是在监视，温柔的模样明明就是陷入妹妹的可爱池塘里。很快几人来到客厅，伊安看到小蒂尔过得开心就放心下来，接着响指一弹，超能力直接亮上，哗啦啦的礼服看得小蒂尔都呆住了。哥哥怎会让妹妹跟别人跑了？直接冷嘲热讽，认为这并无新奇，哥哥们也能轻易做到，无非几套小衣服，哥哥随便送好吧。两人谁也不服谁，看得小蒂尔直冒汗，他赶忙上前选了件实惠点的，表示感谢，自己就要这一件就好。伊安可不吃这一套，难道你要让别人知道我皇太子小气到就送一件吗？小蒂尔听完吓坏了，若非如此就都收下吧。其实伊安对之前只买一件有些愧疚，但却不知女孩对那件礼物早已视作珍宝。哥哥当仁不让，你这个伊安哥哥估计就走个形式，后面等你表明身份后，到18届的人肯定络绎不绝。伊安的耐心明显被嘲讽殆尽，这哪来的哥哥这么难对付？他一把将小蒂尔拉到身旁，宣称要带他进宫，反正亲子鉴定都没出结果不是吗？不过他立马反应过来，身份的鉴定一直是小蒂尔的心事，如果万一呢？当即暖心承诺，没关系，你那么可爱，要是身份不是，我就带你去宫里。哥哥急了，赶忙夺回妹妹的使用权，严令他不得答应此类要求，我赶紧给单纯的妹妹洗脑。小蒂尔恍恍惚惚的点头，一边是疼爱他的哥哥，一边是保护自己的伊安。青铜小菜鸟突然步入王者局班，他都不知怎么办。伊安不想为难小蒂尔，随即转身就想走，察觉到伊安哥哥真的动怒，连忙追上去补救。毕竟如今的幸福全受皇太子相助，放心，我还会再来的。华丽的绅士吻伴随着承诺，下次我会送你更好的礼物。对方突然一记绝杀，宣告哥哥费勒迪的惨败。这时鲁迪安姗姗来迟，一听皇太子的完美谢幕，他脸都黑了。小雪豹脸红的不敢说话。费勒迪怒了，比起妹妹身不身份的，现在他们有了更重要
要的任务，就是不能让那混蛋太子接近咱们妹妹。小蒂尔心底苦呀，可是我想见怎么办？与此同时，一封神秘的信件传到了雪豹家主手上。糟了糟了，小雪豹离家出走的消息被发现了。雪豹家主拧着信封，散发满满的戾气，然而眼中又透露不安，只因这信竟是黑豹送来，不以任何理由强硬剥夺小蒂尔的抚养权，同时断绝与雪豹的一切运输手段。原来这都是父亲和爷爷的手笔，尽管这样会给小蒂尔带来困扰，但这个仇他们怎么能不报呢？雪豹家主一脸惆怅，短短3天，那小煤球怎就在千里外的黑豹领地？刹那间，只能是那辆皇室马车秘密送走。他究竟有何魅力，竟让皇宫出手？一想到那天副官对他的态度，心底就来气，下令对那晚的侍女鞭打解雇。罗威听闻急了，侍女是他从小的乳母，撒婆坚决反对这一惩罚。然而雪豹家主已怒不可遏，首次对宝贝孙女发了火。女孩心灰意冷，毅然离去。而他们的恶报才刚刚开始。几天过去，小蒂尔的鉴定送检多时，却迟迟未见结果。或许是雪豹暗中阻挠的花招。想到小蒂尔重回雪豹受苦的可能，老爷子焦急万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全家子都期盼着小雪豹的公布，不仅迎来成堆的礼物，还有参不完的宴会，女孩子最喜欢了。然而得知此事，小蒂尔心中忧虑，只因他对社交场合毫无经验。爸爸一眼察觉女儿异样，安慰她不必担忧，若不愿公开，那便不宣布，只要你想的爸爸都会答应你的。自从获准接近后，哥哥们迫不及待地赶往妹妹房间，兴奋地提议让小蒂尔骑在肩上，带她游玩整个府邸，却被跟上来的费勒迪不屑。相较于鲁迪安的玩乐，费勒迪手中的童话书更吸引小蒂尔。过去他只能在门外偷听，所以此刻倍加珍惜。费勒迪看到被捕获的小雪豹，也不忘对一旁挑衅。鲁迪安越看越不爽，这家伙明明既提防又假亲近，明显自己更疼妹妹好吧？当讲起雄狮闯入森林的情节，鲁迪安立刻打断，认为亲眼所见才有趣，随即用火焰召唤头雄狮，这让费勒迪大为恼火，担心这会吓到小蒂尔。然而身旁那个崇拜的小眼神，好吧，我想错了。听到妹妹想学魔法，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他不相信小蒂尔真能展现光的异能，决定带她去练武场。想要施展魔法，就得在心中想象她的样子。可费勒迪此刻完全不像是在掩饰，身上的火焰反而愈发猛烈。小蒂尔本来还在惊呼，但貌似又开始不对，熊熊烈火突然焚毁周遭。鲁迪安感觉不妙，几乎停止，而现在已难以驾驭。黑豹一族的狂症诅咒亦随之爆发，鲁迪安试图抗衡，却被狂暴的火焰彻底压制，反倒受伤无力。灼灼火海愈愈强烈，小蒂尔不禁自责，要是自己不请求哥哥就不会受伤。这时一道声音在他心中回响，唯有他的能力能解救哥哥。尽管心存疑虑，小蒂尔仍决定放手一搏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。迷糊中的哥哥望着妹妹毅然的靠近，这一刻他才知道是他错了。妹妹纯真的善良，自己竟那么不相信单纯的她。即便烈火的熊熊欲尽，小蒂尔仍不顾一切冲向火海，张开双臂呼唤：“求求你了，让哥哥安全的回来吧！”耀眼的光芒划过夜空，瞬间吞噬了整片火焰，才缓缓消逝而去。金光洒落在费勒迪的身上，小蒂尔却骤然失去知觉，倒在哥哥的臂弯中。而刚刚闪耀的圣光，彻底响彻整个帝国。远古传说的重现，不知会给小蒂尔带来多大的灾难。小雪豹又发烧90度了，妹控哥哥心疼的不行，回想妹妹不顾危险跑向自己，他的内心更加愧疚。其实在他心中，小蒂尔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，他只是讨厌期待光的自己。他害怕，他恐惧，那虚无的力量让他失望，他畏怯，他难受。妹妹的身危被他牵连，两人向父亲解释了情况。事已至此，爸爸只希望宝贝女儿能快点醒来。不过真该早点在练武场上加个棚子，那样的光芒皇室不可能视而不见。既然传说属实，他需加速进行亲子鉴定，这份证明将是保护小蒂尔的关键。次日清晨，小蒂尔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关心费勒迪的状况。得知哥哥安然无恙且整夜相伴，小蒂尔倍感惊讶。穿戴整齐后，他悄悄前往哥哥们的房间，见到妹妹没事，费勒迪不顾鲁迪安的调侃，立刻感激地抱住了小蒂尔，答应我，以后别那样伤害自己好吗？怀中乖巧的妹妹点了点头。这时父亲也到了，打算带宝贝女儿外出。路上他略微责备女儿行事鲁莽，若非光之能力显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也随即感谢小蒂尔果断营救费勒迪，虽是责备实为担忧，叮嘱他要珍惜生命。听到父亲连告诫都是满满的爱意，小蒂尔感动得开心极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爸爸。很快两人到了家主房间，爷爷见孙女平安十分欣慰，他抱起宝贝孙女带到书架前，只是他按下红色书本，密室随之开启。显然无需亲子鉴定，只有家族血脉才能开启这密室，也是专为光的觉醒者所准备。在爷爷的指引下，小蒂尔站上了特定位置，手中的光芒不由自主地散发开来。房间内骤然显现出金色符咒，寓意光能制衡黑暗，若能达到完美压制，则可解除黑豹家族世代诅咒，并释放黑豹体内被封印的力量。经过昨夜之事，年幼的小蒂尔已略知一二，意识到自己成了全家的希望。出了密室后，爸爸望着小蒂尔离开的背影变得更加沉重，心底暗暗发誓，我会守住你的，同时眼中闪过一丝凌厉。当然，我也绝不会让那些人动你一根手指。很明显，皇室与神殿的信函早已送达，提及昨晚天际的异光，并以亲子鉴定为借口，邀请黑豹家族前往领取。明晃晃的耍花招，卡萨斯不屑，就让我看看你们还能闹翻天了是吧？自从心结解开后，费勒迪和妹妹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。要我说，你之前不也是很亲近吗？好吃吗？要不要我再给你拿点？侍女温馨提醒，这只是餐钱小点而已，每人限一份。鲁迪安闻言，直接将自己的那份给了妹妹。小蒂尔懂事的切下一块鲜味给她，鲁迪安感动的不行，接着又均匀分给另一个哥哥，自己才开始品尝。目睹这一幕，父亲激动坏了，这是他期盼已久的画面。
随后他嘱咐小弟儿好好休息，因为明天要去神殿取鉴定结果。小弟儿还是有些许担忧，两哥哥当即坚持要一同前往，显然已将保护妹妹视为首要任务。怎么感觉你们比坏人还警惕？第二天，因为是小姐的初次外出，侍女们为发型选择争执不休，一番忙碌，终于炒菜完成，可爱的心头是解锁成功，扑灵扑灵的，小雪豹满意极了。昔日在雪豹家族备受嘲笑，如今成了小天使的她，哥哥们都看迷了眼。鲁迪安刚想摸摸妹妹的头，顿时又停下动作，头发太漂亮了，他担心把她弄坏就糟糕了。哥哥催促着两人该走了，父亲估计也等急了。不久，一行人抵达神殿，卡萨斯直接抱起女儿，无论神殿采取何等手段，他都将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小弟儿。怀中的小宝贝心底也紧张不行，想到哥哥曾告诫他，遇到坏人就是大喊不要。随着他们深入神殿，迎面遇上大神官，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再次现场检验，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。小弟儿眼珠子顿时朝他瞪眼，差点就依照哥哥所言大喊不要，不过最后还是忍了下来。然而这真的是为了求真吗？湖水里蕴含神力，要是同种血脉则会显为蓝色。两人的发丝就这样缓缓沉入湖中，却毫无任何反应。很可惜，看来这个孩子不是你们要找的。卡萨斯瞬间意识自己上当，通过虚假结果动摇孩子的心，加上神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无处可依的孩子将被神殿收养。随即一旁几个神官也开始有了动作，这下麻烦了。黝黑的银发却生在满是黑发的家族，得知自己不是爸爸的孩子，本以为小雪豹会彻底崩溃，没想到小眼珠子却眨巴眨巴着，好奇怪，这不太可能吧？神官们顿时愣住，一个小屁孩竟然能道出此言。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这个计划，黑豹家族怎会看不穿这点小把戏？以往小弟儿或许还会有些忐忑，但自从以血脉开启密室后，他已确信不会被他人歪曲事实。小弟儿决然拔下几根头发，望向父亲。爸爸心领神会的也拨下缕头发，不顾众人反对，毅然投入圣水中。他不害怕，也不惶恐，因为爸爸是真的爱他。但此时大神官却显得悠然自得，只因圣水需注入神力方能显现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落下的发丝竟让整个湖面泛起金光。这不单是简单的亲子鉴定，而是与神殿产生共鸣。固执的大神官仍试图狡辩，坚称未经教皇代理人验证都均无效，且强调只有蓝色才是关键。就在这时，只要是代理人就好了是吧？皇太子竟骤然出现在这，大神官刷的一身冷汗，只因皇太子正是除他以外特批的代理人，自己都被人骗了。伊安都不知怎么说这小傻豹。皇太子一样画葫芦，湖水竟逐渐变为蓝色，证据确凿，众人无话可说。伊安哥哥又一次帮了自己，感激的踩着小碎步就跑了过来。谢谢你伊安，我长大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伊安听完一愣，反而笑了笑，捧着那单纯的小脸蛋，那我得好好想想你要怎么报答我了。看得鲁迪安差点忍不下去，还好父亲的手把他压住。不是，爸爸我好痛，你也冷静点好吗？整理好情绪后，大神官还以为自己要糟，好在卡萨斯却不屑顾他。既然结果已出，那么我们回家吧。这一刻，小蒂尔放下了所有，疯批家族有了他们的女儿。如果说爸爸们是恶势力的话，那自己何尝不也是资深的恶势力啊？坐在马车上，皇太子感慨万分，小蒂尔的成长惊人，从昔日的爱哭鬼变成如今勇敢的模样，真是既可爱又让人惊讶。这不禁让他回想起过往，曾被众人视为危险的自己，皇帝甚至意图除掉他，好在父母拼死保护。身为皇族血脉的他虽得以存活，却背负着沉重的条件，皇帝强迫他尽快迎娶太子妃，以此削弱他的力量。如今他唯一的慰藉便是进入异空间，那里漆黑一片，却突兀有个粉色抱枕格格不入。明明记得这里没有这东西，他凑近细嗅，抱枕上竟残留着小雪豹的气息，他心中顿时明了，心底最后一丝沉重才得以缓解。谢谢你。隔天果不其然，小蒂尔之事彻底成了焦点，看着一卡车的贵族邀请函，眼珠子都吓坏了。自己可爱的妹妹哪容易被巴结，两妹控哥哥一封一封通通烧掉。父亲着手为女儿准备礼服，认为正式场合仍需着装得体。鲁迪安立刻提出异议，强调必须紧跟现在潮流，还特别表示皇太子送的都不太行，一起丢了得了，那只能联系同龄的维尔帮忙了。毕竟男人眼光有限。一听这名字，两哥哥顿时心中一跳，听闻维尔是自己表姐，让小蒂尔不禁联想到罗威，心中略感忧虑。费勒迪抚摸安慰道，别担心，我陪你去买也行。鲁迪安也一脸自信自己的眼光，没想费勒迪来一句你就别去了，影响妹妹购物心情。两人顿时打得连兽话都冒了出来，这什么情况？说到焦点，爸爸突然告知女儿一事，皇太子今年的生日宴被迫取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完啦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竟是想泡我妹妹。两妹控哥哥要杀了他的心都有，可是人家是皇太子呀。自从小雪豹听到伊安的生日宴迷之取消后，小脸蛋有些担忧，往年雪豹家族为参加此宴，总需提前1个月定制礼服，此次取消定有缘由。鲁迪安这时好奇地问起小蒂尔的生日，却让全家默然，直白的太没眼力见。只因小蒂尔的生日正是母亲的忌日，小蒂尔自己也不确切生日是哪天，只推测可能在冬季，因为冬天外公惩罚他的力度跟平时不一样。这话深深刺进爸爸心里，一把将他揽入怀中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若妈妈听到了，也定会把你外公撕成2半。这话顿时让他心中害怕，联想妈妈的模样，妈妈难道是吃人的妖怪吗？父亲自责未能早点给小蒂尔带来安慰，鼓励他要开心起来。两妹控哥哥也趁机入妹妹。不久，皇太子到访，小蒂尔开心地迎上前去，伊安一见面就关心他慢走，小雪豹则自信满满，今天我来带你参观我的新家。见状令皇太子感慨万分，真是今非昔比。路上小蒂尔让伊安耳朵靠近点，悄悄询问生日为何取消。这小豹子是担心我吗？原来伊安取消是早有安排，不是因为自己所影响到他，小蒂尔才放下心。不过又沉默片刻，拽着衣服鼓起勇气，他想要邀请伊安来家中庆祝生日。小脑袋瓜越说越害羞，直到男孩的手暖心的给了他答案，那样可以吗？不行，绝对不可以。两兄弟脸
脸黑黑的，不知从哪出现。我们不同意，把你的手拿开。单纯的小雪豹啥也不懂。哥哥们今天真奇怪，撂皇太子板凳一坐，这生日我就非得在这过了。费勒迪非常不爽，眼看争执升级，小蒂尔有些冒汗，不知怎么办。只因他知道一个人过生日很孤单。得知小蒂尔连生日都不清楚，伊安刚想询问，却被鲁迪安一手捂住，这个话题禁止出现。随后哥哥来到小蒂尔身边解释，皇太子并不孤单，身边朋友多得很。伊安却立马否认，眼看这事要办不成，皇太子提议做笔交易，邀请皇族设计师为小蒂尔定制礼服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因为那位夫人只为皇室服务，礼物也是惊艳帝国贵族。哥哥都有些心动，不过宴会在即，最后还是选择屈服。伊安才满意微笑，果然超能力不是盖的。小蒂尔终于松了口气，满心欢喜，真是太好了，殿下。伊安闻言不开心了，我不喜欢殿下这个称呼，手上磨蹭蹭了一会，小脸一红，叫我伊安就行了。小蒂尔有些不明所以，怎么连伊安哥哥也奇怪了。临走时，伊安透露皇帝想会见小蒂尔，这让哥哥吓了一跳，难道是要妹妹成为太子妃？而那个身份可是沉入海底的陷阱。小雪豹终于有了新家，可却偷偷躲在被窝里掉小眼珠子，只因黑豹家族实在太热，小身板都简单发烧到90度了。此前当两哥俩听到皇帝要见妹妹，怀疑种种，伊安连忙澄清自己绝无此意，毕竟皇太子妃之位非同小可，而小蒂尔已展露才华，他由此考虑亦属常理。这时小蒂尔端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甜品走来，伊安想起昨夜空间中的粉色枕头，顺口提及描述有4个蝴蝶结的抱枕是不是他的。小蒂尔迷迷糊糊，心想自己见过的那个不是没装饰吗？此事颇为蹊跷。另一边，皇帝焦急万分，黑豹家主直截了当表示知晓内情，绝不让宝贝孙女重蹈覆辙。争执升级，皇帝坦诚自己绝无此意，且皇太子也不会应允，只是近来那位孤僻的皇子性情大变，他才对影响的人感到好奇，但对过往之事仍只字未提，似乎隐藏着难言之隐。3年一度的庆典将至，小蒂尔颇为兴奋，久未出门的他对此充满期待，但得知所有继承人都会出席，又想起雪豹家族的那些人，却心生忧愁。费勒迪暖心安抚，鲁迪安闻言欺负妹妹的人也会出现，虽然庆典期间不让冲突，但简单毁掉一辆马车应该没关系吧。小蒂尔越听越不对，放心有他们在，小雪豹心中才略感期待。隔天小蒂尔醒来，只觉浑身燥热，发现自己竟变为小雪豹，也说不了话，几经尝试仍无法恢复原形，没法发声的他只能艰难跳到摇铃旁，怎料小爪子突然滑落，扑通一声，侍女闻声赶来，却见小姐倒在地上，小雪豹疼得掉小眼珠子，呜呜发不出话语。侍女慌忙询问是否需要找卡萨斯大人，小蒂尔心中暗喜，小巧一跳扑进他的怀里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原来只因年幼上不能熟练操控兽化术，爸爸温柔抚摸安慰，估计1-2天便能复原。只是这黑豹家族本就酷热，如今还得裹着豹皮难耐几日。会议时间到了，爸爸携着小雪豹一同前往，众人见小姐化作雪豹模样，都被其萌态吸引，就连老爷子也无法专心议事。下班，通通下班，一出门就急令画家过来，想将宝贝孙女萌萌之态记录下来。随后他从卡萨斯手中夺回小雪豹，不料爷爷的手掌竟比爸爸还烫，正要亲吻之下，小雪豹连忙推开，直呼太烫了。爷爷还以为自己做错什么，惹来乖孙女又讨厌他了，只是爷爷真的太热了。爸爸见状连忙又将小蒂尔夺回，才好不容易逃脱，没想到2个烧铁炉突然出现，这下小雪豹顿时要哭了，心想自己又要完蛋。好在这时那个维尔表姐来了，来了，小雪豹的表姐终于来了，一上来给她吓得不敢呼吸，只因上一秒她刚把哥哥吃掉，看来这个表姐也不是简单角色，谁都不怕的性格一来就吵得爷爷攻不了座，可是她却不敢怎样，因为谁都害怕表姐的杀手锏。姑姑一家本就和黑豹关系很好，听闻维尔竟是撒泼滚打整整3天才被放出门，鲁迪安莫名心疼，真是辛苦姑姑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毛茸茸的小雪豹表姐早就想撸了，黝黑的大眼珠子不停祈求着。鲁迪安不信调侃，到你手上还得了，不料还没说完就被一口吞下，这表姐战斗力似乎有点惊人。为了保住小命，小蒂尔识趣瞪着2.8米的小短腿来到跟前，太可爱了，我是你的表姐，以后谁欺负你都跟我说。此刻小蒂尔感受到维尔身上散发丝缕凉意，身上燥热瞬间消散，不由自主地往他怀里贴，顿时激发维尔的少女心，真可爱，太喜欢了。一旁的2兄弟看得目瞪口呆，维尔一身肌肉，明明硬邦邦被抱着感觉不舒服，可重点是妹妹还发出满足的咕噜声，看得真是气人。不料对方冷哼一声，无知的黑豹，原来是他们一族身上自带风性，雪豹天生就怕热，这点他也是偶然发现。之前茶会上，罗威因热而大发脾气，纯正的雪豹毛发厚实不少，反倒是混血的自己比他好多了。费勒迪不禁心疼，原来妹妹平时都是在忍受与他们相处。这时维尔吩咐管家送上2份冰淇淋，鲁迪安不忘吐槽再吃就变野猪仔了，刚才的空看来是忘了是吧？一听冰淇淋，小雪豹脸上立刻洋溢起期待，享受起被投喂的幸福感。与此同时，皇太子已完成信件，打算让副官转交给皇室设计师，副官却绝不妥。现在正值皇太子妃选拔之际，给小蒂尔送去皇家礼服，恐怕身端流言。但伊安心意已决，以往生日虽场面宏大，他的内心却很是孤独。这次还是小雪豹主动相邀，他决心要给予最完美的礼物，不管谁阻止都没用。却不知另一边小蒂尔要被蹂躏到不行了，我可怜的小雪豹，谁来救救他吧？为了把小雪豹抱回家，表姐连自己老爹都给一脚踹出门。在维尔的一番蹂躏下，小蒂尔次日就解除了兽化，还没来得及开口感谢，便被表姐紧紧抱住，太可爱了，真想每天跟你贴。在表姐76块腹肌大力士下，小雪豹任其摆布，干脆去住我家吧，我把最好的房间留给你。鲁迪安闻言有点奇怪，最好的房间不是辜负公爵的吗？维尔才不管3741，妨碍他
他的通通都得踢掉。小蒂尔吓得不敢开嘴，连忙摆手自己不用了吧。此刻他最想的就是与表姐贴贴。啧，我可不可以再吹一下姐姐身上的风？我好喜欢。这撒娇的请求让维尔心都要化了，立马呼呼照出龙卷风，差点把绝府掀得底朝天。鲁迪安出手阻止，你是想拆了我们黑豹家吗？维尔这才恢复理智，及时收手。但小蒂尔已被吓得变回雪豹形态。表姐懊恼怎样才能好好疼爱表妹，于是提议出门游玩，给她买好多好吃的东西。小蒂尔却有些担忧，毕竟爸爸也是为了保护她才惹上神殿。表姐听完放心了，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，没事有我在。小蒂尔也有些心动，毕竟庆典在即，自己也能练练胆。不过父亲真的会同意吗？维尔却一副自信模样，别担心，我有100种办法，你只管相信姐姐就行。紧接着几十套无理取闹、撒泼滚打连招循环出手，就连沉稳的卡萨斯也招架不住。阿玛特拉斯，这绝对的杀手锏呀！费勒迪迅速捂住小蒂尔的眼睛，心中暗自祈祷，这招可不能让妹妹学了。他小声请求爸爸，我只是想提前体验外面，才好在庆典上从容不迫。爸爸闻言一愣，未曾料到女儿对庆典如此用心，随即嘱咐两兄弟务必保护好妹妹。表姐才猛然起身，看吧，我这招每次用都有效。为了低调出行，维尔灵机一动，将雪豹胎的小蒂尔安置在篮子里，并不断施展风能保持清爽，这下就万无一失了，活生生的就像大灰狼逮到小红帽似的。两哥们被他这操作愣得无语，好死了！小蒂尔冒出小脑袋望着外面，觉得一切都新奇无比。一行人抵达维尔提及的甜品店，熟练的点上 ABCD 各种套餐。鲁迪安有些不懂，明明家里也有蛋糕，还非要出来折腾。不过小蒂尔却非常喜欢，一解除兽化的他扑通扑通的开心不行。外面的世界真的好漂亮，可突然身上光之异能莫名触发，难道这里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完了！小雪豹的身体炸出金泡泡了，急得小蒂尔直冒汗。不久前，一行人抵达甜品店后，兽化解除的瞬间，小蒂尔体内的光之异能不由自主的散发。这时门外脚步声响，众人警觉，迅速隐蔽，却发现只是服务员送蛋糕而来。几人连忙应和，然而桌底下又是一番搞笑场景。不知所措的小蒂尔紧张万分，由于出门太兴奋，自己的异能也随着跑了出来。眼看另一条小金鱼也即将显现，便竭力回想恐怖之事以分散注意。这一次，外公终于有他的作用，危机才得以解除。随后探出小爪子询问是否可以现身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迅速钻出，开始享受着难得的下午茶时光。与此同时，皇家特拉夫人收到了一封书信，凭借多年通过信件的经验，他迅速辨认出这是来自皇室的委托。得知皇太子要为心仪的女孩定制礼服，夫人心中满是喜悦，看来殿下是坠入爱河了。为了不让心上人久等，他决定即刻着手连夜制作。此时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，不应该有人会来呀！啪的一声，皇太子不等回应就直接猛地闯入，直接给表姐吓出狼的模样。看来我没来错地方。此前皇太子去黑豹家里找人无果，听闻他们外出后就一路找来，为此特意伪装以免引人注意。要我说，这不是更可疑吗？看有人破坏他和小雪豹的约会，表姐当即就不乐意了。鲁迪安见状也壮起胆子附和，太过分了，3-1，你已经输了，走吧。伊安却不认账，见到是伊安哥哥来找他，小蒂尔当然站在他那边了。见这副模样，费勒迪等人败下阵来。小蒂尔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伊安，要我说，他们活脱脱的嫉妒。不料皇太子下一句话让他们顿时清醒，你们快开学了吧，以后小蒂尔就由我来照顾，那我岂不是很难见到哥哥了？费勒迪暖心安慰着，只要你写信他就立马回来。小雪豹这才放下心，那自己可要努力学会写字了。一听小蒂尔连写字都不会，众人有些惊讶，原来之前外公压根连教都没教过他。鲁迪安想出花招，不会写那就画画，反正学习也超无聊的。几人听完无言以对，皇太子却打破沉默，只因黑豹一族解除诅咒的传说彻底传开。费勒迪心中一颤，这可是家族机密，然而如今传遍帝国，那身负光之异能的钥匙，小蒂尔可就危险了。糟了，小雪豹又要离家出走了。小眼珠子躲在被窝里偷偷滑落，只因不久前由于异能散发，来众多势力觊觎小蒂尔。鲁迪安不相信他们能彻底翻脸，不过心底还是有些后怕。不料一旁的表姐急死了，谁敢动我的小宝贝，就是跟我狼族为敌。伊安反倒成了最冷静的一个。虽说各大家族心怀各鬼，但也不会一夜之间全部联手对付一个孩子。说完绿眸一立，而那些小威胁他也会通通消灭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不过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小蒂尔倍感压力。深夜里，两个大人紧急商议对策，家主得知后怒不可遏，猛拍桌子泄愤。爸爸也早已下令加强戒备，且禁止小蒂尔外出。爷爷有些心疼宝贝孙女，还不如觉醒个防御异能，开心过好每一天。还有皇室也可能会加入其中，他们必须提前行动，但这或许会牵连费勒迪。思考再三，还是先见招拆招。与此同时，房间中的小雪豹彻夜难眠，小脑袋深深埋入枕头中，都是自己给爸爸们带来麻烦，他无比懊悔，早知道就不来这了。正当他准备起身离开时，房门突然开启，雪白的黑发下透露着满满的担忧，原来是爸爸来看他了。糟糕，小蒂尔匆忙恢复人形，试图隐藏刚流过泪的痕迹，然而枕头上的小哭包却出卖了他。父亲满心怜惜，安慰女儿不必忧虑，他们会竭尽全力保护她。但小蒂尔所忧非己，而是黑豹家族因他而陷入险境。这份超乎年龄的懂事让父亲心疼，声音略带哽咽。他轻抚着女儿，在没有你妈妈的日子里，我们一家都沉浸在哀伤之中，是你的到来再次点亮了家的温暖，所以你无需道歉。他们感激小雪豹的降临。闻言，小蒂尔心中
中黄现在此刻崩溃，扑进那暖暖的怀抱中，从未有过的安全感涌上心头。许久，才在爸爸的怀里缓缓睡去。与其要预防外敌，更要重点提防同为豹之一族的雪豹家族。他们早就关注着黑豹及其他4大家族的动向，其中水之一族早已灭族除外，风之一族也倒向黑豹他们。区对付一个小孩，他们其余3家也应该足够了吧？不过却有些可惜，痛恨这煤球进到了黑豹内才显露能力，早知道就把那倒霉球关到长大。外公越想越气，直咬牙。姨母正要上前劝慰，不曾想却被一手甩开，怒斥让他滚蛋。相比蕾娜，他这个继承人啥也不是。姨母一气之下转身离去，不就是个半吊子的小毛孩，心中对那小杂种更加痛恨。走着瞧吧。完啦，小雪豹真要跟别人跑了。妹控哥哥气得牙痒痒。就在刚刚，皇太子的生日宴终于举办，小蒂尔动员家中所有厨师，精心准备了一桌美食。小雪豹已经开始期待主角什么时候来了。费勒迪这次却丝毫没有嫉妒，他才不会告诉妹妹，他让厨师给那家伙那一份做了手脚。维尔表姐可不管这些，直接咔咔炫起来。鲁迪安调侃他能不能有点礼貌，还没说完，当即连他一口吞下。你花这么多是吧？一番打闹后，皇太子推开了大门，小蒂尔就第一个冲上前去迎接，庆祝他生日快乐。伊安有点感激望着他，听到小雪豹这阵子一切安好，连光之能力也已初步掌握，他欣慰地轻抚着小蒂尔的头，而费勒迪却嫉妒的不行。表姐抓住机会，呦，你是担心妹妹被抢走吧？真是幼稚，小蒂尔最亲近的是我。说着他拉开椅子，示意妹妹坐到自己身旁，可皇太子也不甘示弱，同样推开椅子，邀请小蒂尔坐在他旁边。这算什么？明明是我先邀请的，可我是今天寿星呀！血话一出，直接压倒性的胜利，小蒂尔只好顺从地坐到伊安身旁。接着皇太子拿出一个看似平凡的礼物，鲁迪安有些不服，你不会就拿这个代替小蒂尔的礼服吧？当然不是。小蒂尔急忙打开礼盒，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，瞬间驱散了小雪豹90度的体温。费勒迪惊愕不已，这竟是雪原的气息，百年难遇的冰花，能降低携带者的体温。这番炫耀让伊安倍有面子，他说这种小玩意儿都是别人送的，国库里多的是，显然很适合小蒂尔。他刚一碰到，小身板就不由自主地化身为雪豹，从没有这么凉爽过，兴奋地在餐桌上翻滚。这下彻底摆脱了炎热的困扰，哥姐们几人面露尴尬，而伊安则淡然自若，鼻子却伸得80米长，小角色也能跟自己比吗？享受完清凉后，小雪豹很快又变回了人形，他宣称也为伊安哥哥准备了礼物，只是有点不方便带出来。小蒂尔刚迈着2米8的小短腿转身去拿，屋子里可谓是满是嫉妒与不爽。小蒂尔首份礼物竟是给了这臭太子，很快小蒂尔踉跄地搬出一个比他还要高的礼物，羞涩地请求伊安回去后再拆开。这时爷爷悄悄跟了进来，他先前瞥见宝贝孙女拿着奇怪之物，好奇之下前来查看。开门瞬间，只见3人都颓废地坐在那。要我说，这多加的小料不会是让他们吃到了吧？来了，小雪豹第一次制作的礼服就引得帝国首席设计师的关注，我不给你熬夜做99套，就算我白活了，真是太可爱了吧？不久前，皇太子在小蒂尔的邀请下过完了生日宴会，尽管简单到连派对都算不上，但他这次不再感受到孤单。最惊喜的是还收到小蒂尔的礼物，让表姐和鲁迪安嫉妒了一整天。这家伙还要炫耀到什么时候？回到皇宫，他迫不及待地期待起这2米长的礼物，没想到刚一打开，里面竟还是一个礼盒。他感觉不太对，第2层、第3层，直到99层时，这是在搞哪出呀？心中暗自期盼这是最后一层。终于一个闪耀的圣物显现，他满心疑惑，拿起附带的说明书，上面写着带到没有光的地方吧？难道这是暗示去他那个亚空间吗？皇太子心中猛地一紧，那里面自从存在就散发着黑暗气息，任何光芒四射的圣器都无法将其照亮。尽管如此，他仍怀揣一丝侥幸，依照指示带着小蒂尔的礼物步入其中，在里面徘徊几圈后，他找了个合适的位置盘腿坐下，将礼物置于地上。遗憾的是，它似乎并未带来亮光。正当他深感失望之际，礼物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瞬间照亮了整个空间。他不禁感叹小蒂尔操控光的能力竟已如此强大，完全未被黑暗所吞噬，而他能清晰感受到光芒中小雪豹留下的独特气息。与此同时，小蒂尔躺在床上满心忐忑，伊安哥哥会喜欢我的这份礼物吗？侍女暖心安慰他，当然了小姐，这可是您花了3天3夜的努力结晶。虽然皇太子拥有一切珍贵的东西，但只有他知道那个空间里都是孤单的黑暗。小蒂尔单纯的只是想让那里哪怕有一丝光亮就好，却没想效果竟如此巨大。几天过去，约定的日子到来，皇室设计师亲临黑豹家族，只为给他们的小女儿量身打造专属礼服。众人惊讶，要知道这位设计师只为王室服务，怎会屈尊至此？设计师却只是淡然回应。爷爷不禁揣测，定是这几个孩子借皇太子生日宴的机会促成了这次合作。一见到小蒂尔，婆婆的目光瞬间被吸引，她那金色的瞳孔与黝黑的银发激发起她无限的创意，随即询问小蒂尔有没有喜欢的颜色。小蒂尔不假思索地回答，金色代表家族的荣耀，若能与皇太子赠送的胸针相得益彰，那就更好了。婆婆心领神会，此时爷爷果断介入，恳请设计师也为小蒂尔兽化形态进行设计。当化身为小雪豹的那一刻，设计师的心都被萌化了，直接一挥手，吩咐秘书取消其他安排，决定亲自体验这份柔软与可爱。他惊叹于世间竟有如此迷人的生物，并承诺小蒂尔将连夜赶制定不负所望。来了，为了与小雪豹合照，黑豹家主竟然要求当他的脚丫子垫，这不要脸的举动，众人都傻了。我也想要，让我当小蒂尔的坐骑吧。这几天，在表姐的辅导下，小蒂尔的学习显著进步许多。而今天，侍女突然来报，家主请的画师已经抵达。小蒂尔听后立马就要乖巧前去，不过侍女却表示他们会停留5日，所以小姐可以慢慢来。维尔表姐一听有5天这么久，那自己到时也要跟小蒂尔画一幅。一旁睡觉的鲁迪安闻言立刻起来。
起了精神，你能不能排队好吗？原来他和费勒迪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幅的。次日画师们整装待发，整整齐齐向小蒂尔走来。面对着阵仗，父亲安抚女儿不必惊慌，解释说画师们要从多个角度作画才方便，等完成后还要挑选一幅全家福置于大门正中，让全世界见证小蒂尔作为黑豹家族的骄傲。小蒂尔的幸福感爆棚，他虽备受鼓舞，却未料到画师们竟不停歇画了整整4天。为了保证画作，他双手紧握，嘟囔着小嘴，战战兢兢的不敢动弹，生怕自己坏了事。最后一天，小蒂尔鼓足劲的起了床。侍女这时带来了喜讯，设计师的兽画服饰已到，不仅有蔬菜版小雪豹、小蜜蜂版小雪豹、向日葵版的等应有尽有。虽然不是礼服，但现实装扮的小雪豹真是太可爱了吧！好在有了伊安送的冰花，他兽画后也不再害怕炎热了。此时家主已等候多时，众人疑惑，今日不是只有小蒂尔有安排吗？难道爷爷是要去皇宫，才穿得如此正式？不料爷爷帅气一瞥，他今天可是要当小蒂尔的脚垫，肯定得穿好看点。众人恍然，原来如此，难怪爷爷今日将父亲支配到外工作。随即兽画的小雪豹一亮相，立刻萌化了在座众人。今天小蒂尔就坐在爷爷身上吧，你就不会感到疲惫了。鲁迪安懊恼极了，本想将画拿去学校炫耀，但一听爷爷也入画，就顿时没了兴致。机智的表姐此刻早有计策，她早就以3倍价钱让一位画师只画小蒂尔，这虽然有点卑鄙，却异常有效。那你们就拿一个条件来交换吧，就知道没好事，我还不如把零花钱都给你，拿来吧你！一句话顿时激怒表姐。看着奄奄一息的鲁迪安，费勒迪只好答应。可不料设计师送来了好几百套衣服，几人很快连压箱底的钱都花完了。更惨的是，爷爷整日占据 C 位，就连担任画像也被他独占。幸好费勒迪偷偷藏了一幅，维尔表姐还打算晚上去偷上一偷，直接被他俩劝阻。你要是这样，我就去告诉姑姑。刚一提到母亲，表姐突然想起明天家里人也要过来。这是小蒂尔母亲去世后，姑姑首次回家。蕾娜的孩子，真想快点见到你啊！相隔2世，小雪豹第一次收到妈妈的礼物，却哭得无法释怀。妈妈的思念是她藏在心底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原来不久前，维尔表姐一家到访，2个家长寒暄之际，却不见妹妹身影，只因姑姑早已被表姐带去见小蒂尔了。显然小蒂尔更惹人怜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姑父有些感慨，相隔许久，如今焕然一新的黑豹家族就犹如蕾娜在世般。是啊，这都是多亏那孩子，是他给我们带来了温暖。与此同时，姑姑步履蹒跚，似乎是心存畏惧。小蒂尔不解，误以为姑姑跟他一样有些怕生，这方面他可有许多经验。随后便鼓起勇气上前，自我介绍到自己叫小蒂尔。姑姑听后，伸出去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她轻轻轻抚小蒂尔的脸庞，太像了，你真的很像你的妈妈。她不由自主地抱住小蒂尔，想用所有的爱去替她弥补对这孩子的愧疚，同时也替她的妈妈蕾娜。她倾诉着无尽的思念，未曾料到能再见蕾娜的孩子，真是太感谢上天了，也太感谢你了。情绪平缓后，小蒂尔很开心姑姑也能来陪她玩。不过当听到姑姑表示几天后他们就要回去，维尔表姐闻言一惊，这么说我难道也要回去吗？你才不要！不行，作为继承人，你必须得回去。很快，2人抵达一间久未开启的房间，这是小蒂尔从没来过的地方。作为他的惊喜，这里此前就早已精心打扫过了。这是蕾娜的房间，就连父亲也不敢随便踏入这里。姑姑随即开始搜寻，最终在抽屉深处发现一件小衣服，将它递给小蒂尔，只因这是蕾娜亲手为他织的。当年他还在世时，为这件衣服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一窍不通的他不断改良尺寸，修补领口，只希望腹中的女儿能跟她一般美丽，身着华服亮相于世。的确，爱情是能改变一个人的。这是姑姑第一次目睹蕾娜难堪的一面，在地位与能力顶点的她，甘愿放弃一切，只为与卡萨斯厮守真心。她不禁为他，也为哥哥感到欣慰。可命运却如此残酷，蕾娜遗憾离世，她未能亲眼见到朝思暮想的女儿，永远沉睡在那个冰雪覆盖的夜晚。她对你的爱真的很大，就算不惜以生命为代价。小蒂尔沉默不语，回想起在雪豹领地时，他常悄悄溜进外公房间，偷偷看望母亲的画像。不过他却始终低着头，用余光去触碰记忆中的轮廓。尽管爸爸一再强调这不是他的错，但他至此都没有原谅自己，难受自己的降生是不是错误的。直到听了姑姑这番话，他心中的结终于解开，泪水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他真的很感谢这些爱他的家人，原来妈妈也一直深爱着他。小雪豹第一次和妈妈的合照，就开心到整晚睡不着觉。自从表姐一家在黑豹领地住下后，2小子就被姑父给盯上了，他们害怕极了，想起以前总被他抛到天上的感觉，2人都患上恐高症了。一旁的姑姑得知下周黑豹家要去首都住，当即慷慨表示愿资助任何物资，却被父亲婉言谢绝。别墅还在装修，不用担心，不过到时各个贵族也都会暂居首都，这让小蒂尔忽显迷茫，小爪子不禁抓紧裙角。早就知道各族间的形势紧张，与黑豹对立的家族也将现身，如今身为黑豹一员的他，也必须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敌人。好在表姐一家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，担忧的神情立刻变得精神起来。我也要让爸爸们证明一下他的实力。而这一幕刚好被姑姑看见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她轻轻摸了摸小蒂尔的小脑袋瓜，话说回来，你爸爸妈妈也是在首都认识的呢。姑姑一想起来就兴致大起，一边的父亲突然感觉不对。当年首都举办派对时，还6岁的蕾娜就把大2岁的父亲按在地上摩擦，可怜的父亲连一点反抗都没有，愣是被天才的妈妈一顿教训，致使让他从此与蕾娜结了缘。甚至在3年后，蕾娜依旧还是那么强势。第2次碰面的父亲内心还是一阵害怕，听到对方还想在自己身上留下咬痕，他心底那叫一
一个荒呀！硬生生的被妈妈追了300条街，黑历史就这么被扒开。父亲的脸尴尬的一阵红一阵白，原来妈妈这么生有。转眼3天后，即将离开的表姐哭得一个舍不得，一定不能忘了我呀！子泽，我不会的，放心。看着马车渐渐离去，小弟儿有些难过，而角落边上的2兄弟却终于兴奋的拍手叫好，望着女儿满脸不舍。父亲暖心安慰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过几天就能再见面了。”回到家后，爸爸表示为小弟儿备好了个小礼物，就放在了他的房间里。小弟儿听闻后赶忙跑去查看，发现竟是自己与妈妈的画像。这幅画是父亲特意请画家绘制的，心想宝贝女儿一定喜欢，却不知小弟儿此刻早已泪湿眼眶。谢谢你，爸爸。很快到了夜晚，小弟儿紧紧抱着妈妈的合照，无不时的想和妈妈贴贴。他满心期盼着能立刻进入梦乡，在梦里他能和妈妈一起享受美食，还有爸爸跟哥哥们一起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处幽深的黑暗之中，黝黑的金发缓缓有了动作，眼神中空洞的没有生机，口中却低喃着某种咒语。下一刻，只见一道红色的亚空间凭空出现，像是要去完成什么，也像是去毁灭什么，默默地朝那里走去。这将会给小弟儿带来多大的灾难呢？来了，小雪豹这次终于尴尬了，害羞的躲在盘子里不敢见人，真是可爱极了。一旁偷看的妹控哥俩看的真是嫉妒不行，这家伙咋又来了？久违的庆典终于到来，首都的黑豹别墅也已经完工，壮观的程度让小弟儿都合不拢嘴。首都的距离很远，不过也多亏了表姐一家的丰益呢，才让他们在1天内就到达这里。当听到爸爸说为自己精心准备了房间，小弟儿特地还带上自己的小行李，里面不仅有妈妈的照片、表姐的作业本，当然也有作为小馋猫的小零食。一进房间，满满的可爱粉色又不失华丽，实在太漂亮，甚至还有自己的喜欢的玩偶玩具，这让小弟儿更爱不释手。突然这时，由于太过激动，自己的光之异能不由得跑了出来，瞬间把整个房间照得透亮，这把他吓得不知所措。他可不愿再去想那个坏人外公了。自从神殿回来后，他就发现自己的异能好像发生某种变化，他们不停地在深州游走，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，变得精神得很。这时管家突然来报，皇太子来访别墅。闻言，2兄弟脸内叫一个黑，这家伙真是纠缠不清。他们刚搬过来不久，咋就跟着来了？一听到伊安哥哥来找自己，他的小心思魂都飞了，就连围绕周身的异能也突然消失。与此同时，皇太子正坐在房中苦恼，皇帝的催婚让他头疼不行，他实在不愿随意找个人结婚，以此来解除自己的诅咒，却牺牲了别人。敏感的话题让副官识趣的告退。不过更令他犯难的是，他的亚空间这阵子竟弥漫着黑色的气息。还在疑惑到底是怎么回事时，门外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，原来是小弟儿到了。伊安原本忧郁的目光立刻变得明亮，小弟儿开心的跑了过去。不过当听到伊安说到自己送他的礼物时，小眼珠子顿时发愣，还没等他说完，小身板害羞的咕噜咕噜一阵尴尬，下一刻变成小雪豹真想把自己藏起来，小脑袋瓜抱得死死的，结结巴巴说不清话。我怕你不喜欢。没想到伊安一把抓起这柔软的小身子，温柔地将它抱在怀中。才没有，托你的福，让我的亚空间变得明亮了许多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。听到这话，小雪豹高兴得不得了，真是奇妙。就在小弟儿从手中离开的那一刹那，他身上的诡异气息竟然瞬间消散。难道是因为小弟儿的异能吗？门后暗自观察的妹控哥俩早就不爽了，这家伙果然不怀好意，咋说着说着就抱起来了呢？气得费勒迪立马让他滚蛋。到了第2天，姑姑也来了，还细心地为小弟儿准备了庆典所需的用品，这真是太周到了。寒暄几句后约好派对相见。父亲这时走向他的身边，望着礼服盛装下华丽的小弟儿，这一刻终于到来，他不畏也不惧，旁人的目光多么忌惮，他自豪也自信，女儿的到来多么闪耀。父亲的眼神变得坚定，我们走吧，向全世界宣布你是我黑豹唯一的女儿。传说能解除一切诅咒的圣女，却在出生不久就被抛弃，只因黝黑的金眸遭受族人的嫌弃，在雪豹领地成了最低微的存在。而如今她的出现，却成了帝国最耀眼的光芒。小雪豹第一次亮相就震惊了所有人。不久前，庆典的晚会终于开始，进城的贵族更是排如长龙，而其中唯独5大家族势力强厚。在众人的欢呼下，黑豹一族率先登场，爷爷的气势也变得无比强势，因为他们今天势必守护好黑豹那唯一的谋星。小蒂尔穿着黝黑的白色礼服一出现，现场顿时雀跃，却给他吓得一身冷汗。鲁迪安不时给他打气，要是有人说你坏话，我就用火烧他。不是，你这是在添乱是吧？听着2哥哥的嬉闹声，让他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表姐正向他挥手示意，他也立刻给予了回应。就在这时，几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让蒂尔心跳加速，正是姨母和罗威以及雪豹家主外公。痛苦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凄惨的经历疯狂地侵蚀他的内心。幸运的是，费勒迪及时赶到，他紧紧地抱住妹妹，别害怕，有哥哥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这句话让小蒂尔重新找回了勇气，小眼珠子都缩了回去。随着号角声响起，皇帝和皇太子的驾到，庆典的气氛升至顶点。一道魔法喇叭球在皇帝挥手而现，正式宣布庆典晚会的开始。今天是为了神明而办，而他也召来了光之使者。蒂尔宫女，请上台吧。忽然的介绍与召见让爷爷感到颇为焦虑，而父亲则显得异常从容。他轻拍家主的肩膀，目前只能先稳住情绪。紧接着，小蒂尔在父亲的陪伴下，勇敢地走向台前。皇帝也直接开门见山：你现在掌握了光的能力，这个神圣的时刻应由你来揭开序幕，让帝国所有焦点汇聚于你，展示你的才华吧。从你那神圣的光芒开始，让庆典为神明绽放。别有用心的言论令雪豹家族无比尴尬，但他们也无可奈何。
合。就在此时，仪式已然启动，耀眼的光芒充斥全场，人们激情欢呼。紧接着五大家族也纷纷响应，5种元素的力量齐聚一线，与小蒂尔的光之异能一同而上。金辉的锦鲤在元素之力中穿梭，让人目瞪口呆，最终化作璀璨的烟火，点亮了整个帝国的夜空。皇帝也借此宣布，光之使者的归来，这片大地将不再被黑暗笼罩。庆典拉开帷幕，壮观的场面瞬间点燃众人的心。然而一旁的伊安却特感不安，皇帝把种种舆论都推向小蒂尔，这不禁让他有些担心。小雪豹的现实装扮又回归了，软萌的外表与小菜狗如出一辙，真是可爱的不行。老姐都有些忍不住的热上两下。此前庆典结束，小蒂尔累得变成兽化的形态，毛茸茸的没了任何力气，看得表姐一阵心疼。不过她由衷的为小蒂尔感到开心，庆典的壮举足以证明她的异能有所进步，不仅让皇帝给予尊重，更是被整个帝国重视，这让雪豹家的罗威更是嫉妒不行。小蒂尔没想到罗威竟会羡慕自己，几人早就看他不爽了，那家伙就根本不配跟妹妹比。一想到雪豹家主的财路都被黑豹折断，几人心底那叫一个痛快。子泽和哥哥的表情好可怕呀！耀眼的光芒照亮整个夜晚，如此奇迹，人们纷纷赞叹不已。然而也不妨随来的负面谣言，指责黑豹一族太过贪婪，收养小蒂尔根本就是为解除狂暴诅咒。其中甚至有人敏锐发现，小蒂尔身穿的礼服竟有皇室设计师的标志，那位设计师只为皇室服务，可谓人尽皆知。区区黑豹也不足以获得如此资格，而如此说得通的只有一个结论，那就是皇太子妃了。第二天，凡是庆典的那几日，首都都无比繁荣。为了带小蒂尔出门的表姐，聪明的给小雪豹换上了伪装，可爱的小菜包从里头蹦出了小脑袋瓜，看得费勒迪都有些萌化。好眼熟的装扮，你是不是又去我们家偷东西了？表姐哪管的这些，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妹妹。不过他们身份的特殊，百姓们早就注意到他们的存在，其中甚至还有一个神秘男子悄然跟随，原来是担心女儿安全的卡萨斯。他悄悄藏匿在暗处，密切关注着周围。可当目睹小雪豹品尝糯叽叽的年糕时，萌萌的样子撒不开嘴，老父亲的少女心当即被萌到顶点。小雪豹可爱的每个一举一动，看得他这次护送值得了。鲁迪安本想帮妹妹把年糕烤焦一下，没想到用力过猛，直接烧没了。这时突然有一位男人上前拜访，好奇的询问女孩怀中的小家伙是否是黑豹家的小宫女。表姐一脸不敢相信，竟然有人识破自己天才的伪装。我能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吗？第一次收到粉丝送来的礼物，让小雪豹有些害羞的脸红。没想到下一秒周围瞬间挤满了人，都是来给小蒂尔投喂吃的。鲁迪安连双手都差点拿不下，妹妹的人气原来这么高呀！原来庆典过后，小蒂尔就犹如神对他们的恩赐，让他们再次看到光明。这样的赞美让小蒂尔都感到有些羞涩。可突然一道讥讽的声音响起，我可不觉得有多厉害。费勒迪演示出此人是伊克公爵的继承人。鲁迪安哪管这个那个的，敢侮辱自己的宝贝妹妹，他咋能当作看不到？可还没出手，啪的一声，伊克公爵当即给了他一脑袋包，看得两哥哥都绷不住。出手那么狠，真是他的儿子吗？你这个笨蛋，还不赶快道歉！男孩被揍得有些蒙圈，作死到底绝不从命。伊克公爵只好亲自给小蒂尔道歉，但神情却透露出不怀好意。小蒂尔有些害怕。费勒迪甩手一挥，并不买账，欺负黑豹家唯一的小公主，怎能就这样草草了事？原来男人早就藏有诡计，他看中了小蒂尔身上的强大能力，将来或许成为黑豹继承人的小雪豹。他这时要是让自己儿子搭上线，他的实力必将大增，这样一来也能掌握住黑豹的弱点。他越想越美，准备开始实施自己的完美计划，却全然不知身后站了一人。小雪豹第一次出门游玩，却遭遇到不怀好意之人。好在父亲及时登场，怒不可遏的眼神让人直下冷汗。公爵此刻怕得说话都磕巴了，辩解说只是陪儿子路过，我刚才可是听到你要带走我的孩子，有这回事吗？对方顿时颤抖，连忙解释只是开个小玩笑。费勒迪一脸无语，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。没想到老父亲这时一脸慈祥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到家一定要洗手，街上的脏东西可不少。聪明的费勒迪当即表率，好的爸爸，因为接下来的肯定很残酷，听说你喜欢开玩笑，那我也来跟你开开小玩笑吧。眼神中满是戏谑猎物般，看得伊克公爵想死的心都有。路上鲁迪安一脸疑惑，父亲咋突然出现？好在坏人被赶走。这时小雪豹突然一身抖擞，感觉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不适的气息，不过这种异样很快消失，不禁让他有些困惑。次日，小蒂尔再次盛装出席，庆典中央屹立着耸高的尖塔，这是为了让各大家族展现实力象征。此次比赛都由继承人参加，费勒迪代表黑豹家族出战。小蒂尔本来有些担心，鲁迪安一脸惬意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上次比赛费勒迪可是冠军，况且这次有了小蒂尔在旁，费勒迪的能力将不再有危险。一听自己能帮到哥哥，小蒂尔的小脸蛋开心不行。随后众继承人亮相，伊克继承人一出现就一脸惊慌，看得两人不明所以。昨天父亲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。鲁迪安顿时明白啥一样。这时一位碧绿的粉发女孩登场，如同绽放的可爱鲜花。维尔表姐一上来就上前拥抱，同年龄能有这样的好朋友，看得小蒂尔有些羡慕。而这时雪豹家的罗威径直走上台去，年仅7岁的他让众人诧异。要知道费勒迪也是8岁才参加，不禁让人回想6岁蕾娜的神迹。雪豹家这次又是在密谋什么？此刻罗威的视线聚焦在皇太子身上，他一脸欣喜，遐想连篇，自己可是皇太子妃的候选人，说不定以后会结婚。要不是那小煤球住在首都附近，如果是他，皇太子早就被自己迷住了。不行，得告诉他自己也要住在首都。他改变路线，径直朝皇太子走去。这一举动让雪豹家族目瞪口呆。他自信上前介绍自己，
接着又是一顿爱慕。皇太子不爽不想理会，看到对方没有反应，罗威变得更加放肆，握住他的手，声称自己答应与他结婚。这瞬间顿时把伊安惹怒，啪的一声甩开了手，愤怒的绿眸散发着不容侵犯的威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说完便转身离去，还不时把锅丢给费勒迪。哥哥嘟嘴无奈。时间已到，今日比赛由皇太子全程主导，向他们宣布规则，而获胜的奖励竟是任何一个愿望。他缓缓抬手，挥手间所有神力致使冲天而上，对决也随之开始。谁也没想到帝国最大型的比赛，却是哥哥对小雪豹的疼爱。费勒迪早就算好了这次给妹妹一个惊喜，在这之前，比赛已然热烈开始，选手们得通过层层结界到达塔顶，为此他们要召唤出各自的灵兽，第一个抵达终点者将被授予本次比赛的冠军。随着比赛敲响，5只各色的灵兽立刻蜂拥而出，激烈的场景谁也不让对方。一旁的鲁迪安却意外的淡定，他自信知道没有人会去挑战费勒迪，只因没人会愿意去招惹卫冕冠军。他的实力可是压倒性的强。不出所料，费勒迪的灵兽率先穿过结界，风头被抢让在旁的表姐都有些烦躁。尽管如此，维尔表姐并未灰心，操控着自己的异能紧追其上。看到领先的两人是哥哥和子泽，小蒂尔开心的不行，就连场外的众人都被吸引。相比黑豹，今年的雪豹一族却是一番惨案，罗威的表现惨不忍睹。继蕾娜之后，同为豹之一族的雪豹郁郁不振，让人不禁议论雪豹的底蕴多么难堪，听得雪豹家主满腔怒火，把气通通撒在姨母身上。你平时是怎么教的啊？好在一番努力下，罗威终于气喘吁吁的通过第2层，可还没等他缓过气，突然粉毛的失误一连串的把他们后面2只撞了下来。伊克季成人气得不甘，施展藤蔓困住粉毛，同时还有身后的雪豹，而罗威此刻早已崩溃，刚激起的信心全都涣散，最终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。不出所料，第1名是费勒迪，第2名则是表姐。按照比赛规则，冠军将获得皇室的一个愿望，我想要好多只雪豹家族的雪原冰花。原来费勒迪早就计划好了，此前伊安送给小蒂尔令他爱不释手，他怎能为此败下阵来？嘿嘿，你送1只，那我就送1堆。他要让人知道自己才是最爱妹妹的那一个。对此不知情的雪豹家主坐不住了，黑豹拿这东西又没用，你想要干什么？谁说没有用？我可是要送给我可爱的妹妹。听到这话的小蒂尔脸上泛红，虽然血缘气息有限，但最后费勒迪还是顺利取得一部分。这时罗威愤怒不解，那可是自己都没能拿到的宝物，竟然就这样便宜了那个杂种。这一声声无理的言辞对此让众人震惊，家主立刻喝令他闭嘴，并表示遵从皇太子的意愿，压住怒意替孙女道歉。然而伊安冷哼毫不回应，因为有人踩到他的逆鳞了。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小雪豹来了都拦不住。维尔表姐的战力太爆表了。不久前庆典比赛一结束，爸爸就带着小蒂尔回到别墅，一见到费勒迪就立马上前庆祝。哥哥什么时候都在为他考虑，因为马上快到夏天了，所以他想用冠军的奖励换更多的雪原冰花，以此来让妹妹生活得更快乐些。小蒂尔到现在都有些感动，不过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外公对罗威生气，不由担心他回去会不会也像他曾经那样受罚。懵懂善良的心瞬间融化了表姐的心，怎么会有这么善良可爱的妹妹呢？哟，万年老二你来了！鲁迪安的经典调侃依旧在线，老九气得立马上前表演一口吞。你喜欢说倒是多说一点呀。然而费勒迪总感觉有些怪怪的，皇太子今天的状态似乎跟平常不太一样。一听关于伊安，小蒂尔不由担心起来。隔天，几个小家伙又热热闹闹的在门口吵个不停。哈萨斯一脸无奈，孩子们要乖呀，最近的事真的很多呀。自从比赛结束，维尔表姐对小雪豹更爱不释手了，整天撸撸贴贴，就当作是对她第2名的奖励了，太可爱了吧。费勒迪嫉妒不行，早知道我也当第2名好了。眼看几人要走进爵府，突然被管家叫住，原来是皇太子的副官，手上像是抱着什么包裹似的。他很抱歉这么突然的到访，等人顿时一感不妙。可当红布掀开那一刻，一只小狮子哼唧哼唧的从里头冒了出来，3人的眼珠子都要惊掉了。两兄弟见到难得机会不停嘲讽，哟哟哟，这还是之前那个殿下吗？是不是害羞了？皇太子气得无奈，解释他被皇帝下了禁令偷跑出来的。几人顿时疑惑，唯独小雪豹心不在焉，满嘴都是那根西子尾巴，回味无穷。随后他展示了手中的异样，表姐等人却看不出所以然，只有小蒂尔发现其中异处，就连光之锦鲤都自主护卫起来。下一刻突然，他被眼前之手一惊，竟是覆盖着满是黑色气息，熟悉的味道刺鼻的让小锦鲤顿感不适。奇怪的是，这种黑色异样只有伊安跟小蒂尔看得见。其实早在庆典开幕，伊安就发现自己身上的异能出了问题，召唤的亚空间都呈现诡异的模样。皇帝知道后，为避免不必要的惊慌，不仅减少侍从，还就此禁令他的出行。这时小蒂尔突然想起这熟悉的感觉，两妹控哥哥立马担心妹妹也有危险。原来上次逛街时，这股黑色气息一闪而过，那时小蒂尔还感觉浑身一颤，看来是同一个气息，情况越发不妙，背后肯定另有之人。只是伊安皇太子身份竟让对方毫不畏惧，如此想制造大事件的话，那么庆典可能将会中断，人们也会陷入混乱，到时将一发不可收拾。在得到小蒂尔的确认后，伊安更加证实心中想法，如此一来，目前最好的方法他只能乖乖返回皇宫。他是皇太子，为了小蒂尔，也为了所有人的安全。小蒂尔刚想劝住伊安哥哥，却被他的暖心打断。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安抚这善良的孩子，可还是放下了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有事的，别担心。就这样，他骑在副官背上向他们告别。小蒂尔依旧不舍。突然门外敲响，侍女传达家主命令通知众人晚上就餐。意外的聚餐让他们一愣，庆典事务本就繁忙，如今突然的召见难道另有隐情？一旁的表姐一听有美食，嘴边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而如此蹊跷的事件，诡异的背后到底藏着多大的灾难呢？小雪豹第一次
次和姐姐睡觉，就惊动了两妹控哥哥的嫉妒。快让开，妹妹只能是我的。不久前，爷爷召集了所有人来聚餐，可即使精心准备的食物多么豪华，但却与他萎靡不振的模样格格不入。到底是什么事？都累成这副模样了，也要召开晚会？爷爷整晚的叹息声绵绵不断，俩兄弟既好奇又不敢吭声。其实为了宝贝孙女，爷爷这几天都忙前忙后。庆典上，皇帝对小蒂尔的表现，不免暗示皇太子妃的正选，这无疑是对小蒂尔的巨大伤害。他5次拜访皇帝，却始终接连被拒绝。想到这，不行，他眼神一凝，像是做了某种决定般。此刻的维尔表姐看着美诗，早就管不上别的。听说自己连续2届第2的成绩，可谓家族罕见，姑父也为女儿感到开心。这样的表现都可以登上狼族报刊了。一边的鲁迪安嫉妒极了，嘴硬报刊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你又想吃大嘴巴是吧？爷爷的表情始终凝重，看得小蒂尔都有些心慌，不由联想是因为那件事。爸爸一看出女儿有心事，暖心询问哪里不舒服吗？黑色气息的强大，此前就连皇太子的伊安都陷入其中，万一连自己的家人也受了牵连，那可绝对不行。或许他应该告诉他们，还可以让爸爸们有所防备。很快到了夜晚，表姐一想到那团黑气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不仅会伤害到自己可爱的妹妹，也因此让他们得了禁出令。姐姐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，可能是少了2哥哥的拌嘴。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了，下一秒说曹操道。费勒迪带着受话的鲁迪安发现表姐在这，当即不爽，你怎么出现在蒂尔的房间，还穿着睡衣？要我说，你俩不也是吗？维尔表姐早有应对，我可是为了保护小蒂尔来的，理由还挺像样子。鲁迪安气得脸都黑了，小蒂尔突然开心的有点期待，他早就很想跟哥哥姐姐一起睡觉。两妹控哥哥一听准许后有些激动，一旁的表姐心底可100个不愿。小蒂尔本来还有些担心，但是一想到有家人陪伴的夜晚，就更彻底放心来。几人闲聊时，当听到庆典最后盛大的烟花秀，小蒂尔一脸好奇，据说是神殿耗时整整3年精心制作的烟火。对啊，非常漂亮那种。此话一出，表姐当即想到自己说漏嘴了。身怀禁出令的他们，细心的小蒂尔很明显发现大家都很期待表演，想到要不是自己的原因，他不禁有些难过，看得表姐也有些心疼。房间气氛突然一下子变得尴尬，他双手一拍，连忙错开话题。鲁迪安很是配合的说起自己拔河的故事，表姐无语，这真是自己听过最无聊的故事了。不过小蒂尔却意外的开心，原来家人的陪伴是这般快乐。就这样，几个小家伙在欢声笑语中暖暖的进入梦乡。第2天，小蒂尔跟往常一样写着作业，爸爸突然叫他准备一下出门。小蒂尔有些疑惑，现在不是不能外出了吗？原来爸爸早就想到这一点，宝贝女儿人生的第1场烟花，他说什么都不能给她遗憾。很快，傍晚的幽风轻轻吹拂，看着别一般景色的溪流，换上盛装的小蒂尔开心的合不拢嘴。为了此次出行，黑豹特地租了场地，更是派了不少护卫亲自保护小蒂尔的安全。听到这都是为他精心准备，小蒂尔有些感动。维尔表姐这时赶了过来，为了给他惊喜，狼族的豪华游艇都让他搬了出来，这给小雪豹开心的小耳朵都冒了出来，可爱的模样，表姐顿时心都化了。费勒迪早在船前等候，优雅的伸出手，上来吧，我们的小公主。这一刻，小蒂尔彻底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。待所有人上船，姑父手中的风之能量缓缓凝聚，朝着船尾施展而去。下一刻，一股飓风激起，乘风破浪般悠然启动，绝伦的夕阳伴着浪花，闪耀的湖面迎着灯火。不知不觉，小蒂尔已经开始期待起烟花的绽放了。传说的黑暗终于降临，希望的神力却将失效。小雪豹这次危险了。不久之前，在父亲的帮助下，小蒂尔终于看到期盼已久的烟花绽放整个夜空的璀璨，宛如繁星盛开的花朵。虽不及庆典那般震撼人心，但此刻的画面早已心满意足，真的很漂亮是吧？看到小蒂尔开心的模样，几人也相似露出了姨母笑。传闻火焰中蕴含着神的信仰与祈福，流光般的光芒充满神圣的希望，愿它能带走黑暗，同时也带来和平。然而如此绚烂的瞬间，小蒂尔心中却有些许遗憾，要是伊安也在那该多好。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沉浸在思绪中的他，突然被维尔表姐吓了一跳，自己鼓鼓的脸蛋咋突然痒痒的？这是给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原来这羽毛是表姐精心准备的，她特意找了阿尔内的藤蔓之力，同时把自己的风之力也与之融入，这样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就能让自己飞起来。鲁迪安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露出担忧，你不会是想把蒂尔吹到天上去吧？那该多危险啊！当然不是，他可以随意控制方向的，不过飞到你背后给你屁股来一脚，那应该也很不错。他早就想到这一点，其中藤蔓与风之力的结合，会牢牢把小蒂尔全身笼罩，安全的很。只不过这是一次性的，所以要在危险时使用。见如此周全的考虑，让费勒迪不禁惊呆称赞，你原来是个会思考的生物呀。鲁迪安也同样震惊，喂，这就是学校教出来的夸赞方式吗？回想小蒂尔上次危险的时候，恐怕就是他营救费勒迪的那次了。费勒迪自觉反省，听到小蒂尔差点烧死表姐，当即吓个不轻，立马好奇担心由来，你不害怕吗？小蒂尔不禁回忆，火海般的火焰肆意爆发，他当时虽然很害怕，但比起哥哥的安全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能退缩。说不害怕是假的，就算自己以8根棉花糖一样烧成了焦，他也会同样如此。这般又怕又勇的呆萌傻气，听得表姐既好笑又心疼，连忙抱住小蒂尔给他安慰。鲁迪安难得站在表姐这边，真是的，以后不许费勒迪再靠近我们小蒂尔了。我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其实费勒迪从那之后为此做了许多，他树叶拿着小蒂尔的毛发研究，结果发现自己的火焰竟对他无效。如此发现让两人震惊，也许是因为光的能力驱散了诅咒，虽不知什么情况，但他也明显感觉自己的火焰不会伤害蒂尔，所以或许他的力量，他的到来是为了守护蒂尔而存在的。突如其来的告白让小蒂尔有些感动，一出手就是绝杀，一旁落下阵的两人气得不行，真想吃了他呀！谁不是那样啊？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妹妹感受一丁点危险。费勒迪无言以对，斑斓的烟花伴随星空，如此美
好的画面，小蒂尔不禁感触，如烟火般带来神圣与幸福，默默感谢上帝在困境时对他的解救，同时也衷心期盼他也能带去身处危险的皇太子。转眼3天过去，帝国盛大的庆典也即将落下帷幕。好在这段时间没发生意外，看来情况确实有所好转。不过庆典结束也该立马回去才安全。这时小蒂尔看到远处伊安哥哥的身影，他悬着的心才终于安稳下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伊安身边竟散发着一股难以察觉的黑色气息。费勒迪还以为妹妹身体不适，今后才安慰结束陪她去看看伊安。现在随着皇帝登台演讲，台下群情激昂，欢呼声震耳欲聋。小蒂尔全程紧张不行，生怕皇帝再次邀请他上台。然而他注意到一旁罗维始终低头一言不发，他心里也大致明白，估计是挨了很多训导致，不然这时那股黑气直接爆发。爸爸第一时间立马把他护在身后，刹那间现场彻底失控，混乱不堪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。在一片混乱的光影交错中，更危险的恐惧像是降临，一道如同深渊般黑色空间突然显现，侵染在黑暗下的皇太子这时彻底黑化，小雪豹消失了，心爱之人彻底黑化，沉睡的黑暗再度降临，在场的人都将无一幸免。黑色的气息蔓延整个典礼，毛骨悚然的威压席卷而出，在几大家族及时出手，共同构起一道能量护罩。鲁迪安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皇太子会做出这种事？然而这对一旁的费勒迪他再清楚不过，伊安此刻的处境与他所经历的诅咒惊人相似，这背后定然是有人在暗中操纵，黑色的火焰焚烧所有，这让爸爸更加抱紧怀中的小蒂尔。深渊的气息愈发强大，黑红的亚空间再度展开，不断有人被吞噬而进，恐怖的能量疯狂涌出，而这竟是从皇太子身上散发出来的，没有生机，也没有任何表情。小蒂尔的心头涌起强烈不安，心中的念头比谁都清楚，就连伊安自己也在被逐渐吞噬。他知道，作为光之异能的继承人，作为神之代表的自己，如果光都做不到的话，那帝国将陷入灭亡。如果他再不行动，那么他的家人、他的朋友都会因他而去，像妈妈那样离开。不行，他不能让他们受伤，更不能看着伊安永远消失。危急关头，小蒂尔体内光之异能仿佛感应到了他急切呼唤，下一刻只见小锦鲤从火焰魔法中显现了出来，他默默地等待主人的指令。然而这时却被爸爸拦下，他比谁都担忧女儿的安全，比谁都生怕她受到任何伤害。可局势已彻底失控，他内心无比挣扎，虽然很想听爸爸的话，但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，决然取出表姐送的那件宝物，用力挣脱拥紧的怀抱，转眼变成小雪豹冲上空中。对不起，爸爸，请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您的身边。尽管父亲彻底崩溃，但他早已下定决心，借着羽毛的能力朝那飞去。此时此刻，伊安已经失去了知觉，眼看就要被那扇神秘的空间吸扯进去。就在这危急之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从他脑海显现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小蒂尔，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，又像是偶然的交错。两人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被卷入了未知的时空。与此同时，先前弥漫四周的黑色气息也骤然消失，地面上仅剩下一扇紧闭的空间之门。所有人都被这离奇的一幕惊住，可任凭皇帝如何竭力呼喊，那扇门后依旧寂静无声，没有任何动静。许久，小蒂尔从沉睡中缓缓醒来，他惊奇一愣，这里竟与记忆中的昏暗截然不同，到处都充满了鲜活的色彩。小爪子尝试唤醒一旁的伊安，可他仿佛陷入梦魇般，完全一动不动。好在他身上还有呼吸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门隐约传来了脚步的声音，他急忙上前躲到镜后查看，只听一个男人带着恳求与无奈：“回去吧，皇帝陛下，你明明已经看了国库记录，请别再固执下去了。”然而另一个声音异常坚决，男人再次回绝：“无论你说什么，我的决定都不会改变。”伊安他绝对不行。就在父子俩激烈争执时，小雪豹非常诧异，皇帝竟比他记忆中的年轻一点，而对面那个人的样貌竟然与伊安离奇的相似。小雪豹这下彻底绝望了，心爱之人逐渐离去，自己异能却再无力回天，直到面前异样的出现。在这之前，被意外卷进时间裂缝的小蒂尔竟看到伊安的父母，这一幕让他难以置信，难道自己穿越了？然而两人议论的内容让他顿时一愣，由于伊安身负的诅咒能量太大，这让皇帝不得不采取某种特别手段。可为了伊安的未来，也为了他的安全，两人像下定某种决心，即便赌上他们的一切。然而哭泣的声音突然变得模糊，小雪豹这时发现周围的景象仿佛扭曲，一股眩晕感莫名出现，小眼珠子不停转起圈圈，他本能地冲到伊安身边，用毛茸茸的小身板努力护住他。奇幻的事物发生改变，熊熊的烈火瞬间蔓延，竟是刚才所在的府邸发起大火。然而当他仔细一看，远处居然惊现当初那个黑色的亚空间，像是被人故意引起，烈火似乎因他变得更加放肆，也许是某种仪式。黑色的火焰前竟然站着两人，正是伊安的父母。小雪豹这下急了，如此危险的地方，难道他们是要？他们看向男孩，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却努力显得温柔。孩子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虽知道这一切是幻想，但小雪豹仍试图拦下悲剧发生。几乎就在他上前的同时，皇帝也赶到了这里，他的脸上混合着惊愕与难以置信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种下的因果竟会这么快就反噬到自己身上。然而一切终是注定，如果牺牲是要选择一个人的话，那他们甘愿放弃所有，同时也包括自己的生命。随着两人的身影彻底消失，昏暗熟悉的空间再度显现。这一刻小蒂尔才知道，尽管皇帝下了杀心，但因唯一继承人让他打消念头，而这样的代价竟是伊安父母的生命。想到伊安如此痛苦的过往，自己还是藏在心中忘记好了，相信他也不愿被人提及。说到伊安，小雪豹这才发现他不见了，随即召唤俩锦鲤开始搜寻。突然脚下
下踩到软乎乎的东西，吓得小雪豹蹦得2米高，就连浑身的毛发都直溜溜竖了起来。回过神来才发现竟是那个粉色抱枕，不过现在咋变得这么大了？仔细端详，这才注意到枕头下压着一件东西，原来是当初他送给伊安的圣物，只是此刻原本璀璨的光辉已大不如前。他心中一动，下一刻小身板直接趴了上去，试图将自身的魔力灌注其中，几乎立刻圣物便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光，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。在这道奇异光芒的映照下，他赫然发现房间内竟躺着许多昏迷人影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强行卷入的人们。这时不远处一股黑色气息不停向外蔓延，小雪豹一下确信那正是伊安的所在。果不其然，满地粘稠的黑气把他裹得死死，小雪豹立马施展异能进行驱除，然而黑暗的气息只是减去少许，情势紧急，他不再犹豫，立刻变回了人形，准备与这入侵的黑气展开直接的较量。可越是全力抵抗，伊安的生命气息就越是微弱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束缚紧紧掐住了他的脖颈。小蒂尔心知不妙，立即将自身的光之异能毫无保留地倾注他的体内。顷刻间，一道耀眼的光芒猛地炸开，那弥漫的黑气在光芒的冲击下开始瓦解消散，直至完全消失。小蒂尔急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但伊安依旧跟自己发烧90度一样昏迷沉寂。就在他几乎快要放弃时，伊安的脖子上竟出现自己异能的独特印记。来了来了，消失已久的小雪豹终于回来了。不料两大家长早就担心的不成人样，你们没事吧？就在不久前，由于小蒂尔与皇太子的消失，让众人陷入了僵局。这种事他们也是第一次碰见，不甘心的爸爸们甚至足足等了一天25个小时。忽然一道裂缝毫无预兆的再次开启，先前那令人心悸的黑红空间此刻又变回熟悉的湛蓝，那些被卷入其中的贵族与士兵也相继掉了出来。虽然所有人都安然无恙，可人群中却唯独少了小蒂尔的身影。卡萨斯望着那消散的裂缝，心中猛地一紧。就在这时，小蒂尔和皇太子竟从天上出现，而在他们的正是一脸劳累的小锦鲤。直到安全落地后，小家伙苦得跟通宵3天3夜做完作业一样，同时一路施展异能的小蒂尔也已是精疲力尽，甚至还幻听到爸爸的呼喊。怎料下一刻父亲那紧紧的拥抱，一切思虑挡不住那溢出的爱。他害怕，他恐惧，女儿的离开成为事实，他难受，他担忧，溢出的泪水成为过错。这一刻，小蒂尔再次感受到了家的温度，他无比自责，眼中的泪珠克制不住，在那宽大的怀中彻底哭了。对不起，爸爸。但事情处理差不多后，皇帝却依旧没有告辞的意思。一旁的外公早就开始释放杀气了，这老不死的到底走不走呀？现在是轮到我陪宝贝孙女的时间了。皇帝对某人的举动无奈不行，难道自己的关心都是天庭大罪吗？与此同时的小蒂尔却不知，他们两人早已大战300回合了，直到最后一声叹气声的出现，皇帝才为此打消了自己的想法。要不是蒂尔的相助，要不是他没有顾及的出手，事情的发展将会多么悲剧。望着一脸谦虚的孩子，原本他计划小蒂尔成为太子妃，如今他知道此前的计策是多么错误，他收手了，柔声宽慰道：别害怕，孩子，伊安很快就会册封皇太子妃，到那时你就安全了。而那个牺牲品不该是这如此纯洁的孩子。尽管如此，爷爷还是不解那道亚空间究竟是怎么打开的。考虑到皇太子当时正昏迷不醒，显然不可能是他亲手开启。然而对于传送门究竟是如何打开，蒂尔自己心里也没底。为了对付恶势力，当时只想一股劲的往他身上灌输能力，也时不时在他耳边呼喊开饭了。毕竟能打败恶势力的只有恶势力，纯真的想法绝对保证不是自己饿了吧。尽管黑色气息的消失，但当听到伊安脖颈处留下光的痕迹后，两个老家伙这时忽然变了脸色，不知发生什么的小蒂尔还为此做出很努力的灌输异能的动作。皇帝的神色越发不对，像是要发生某种不幸的感觉。很快到了房间，皇太子此刻依旧昏迷不醒，好在脸色没了此前那般痛苦，或许是因为印记的存在，这让小蒂尔无比疑惑。伊安哥哥不是好端端的吗？打俩老头子还一脸担忧的，自己上去划掉印记不就行了？可就在这时，锦鲤的标记突然有了反应，发出阵阵闪亮的光芒，这让爷爷彻底证实了他们的猜想。看得小蒂尔心慌慌的，自己是做错了什么吗？尽管为了安抚告知他没什么事，但这沉入低谷的表情又是咋回事呀？恰在此刻，熟睡中的皇太子终于苏醒，当他了解到发生的一切后，他的脸上霎时变得惊愕与担忧。而这代表光的印记究竟会给小蒂尔带来多大的灾难呢？完了完了，小雪豹这下真要跟皇太子跑了。两妹控哥哥彻底崩溃，快放开我，我现在就去嘎了那家伙。传闻中刻印能够连接彼此的意识，使得生与死变得紧密相依，只有承受不住自身异能的人才会后不得已寻找刻印的对象。然而小蒂尔却并不介意，相反伊安不再有生命危险让他很是开心。看着宝贝孙女着了魔般，爷爷真是于心不忍。不过目前情况变得有些复杂，眼下最迫切的是解除两人间的刻印。通常印记是相互作用的，可当他们发现小蒂尔身上并没有标记，这更加棘手，只因不完整的刻印带来的危险更大，甚至是未知的风险。一路上小蒂尔忧心忡忡，自从伊安醒来后，整个人就变得莫名的可怕，甚至无法搭话，这让小蒂尔不禁难过。难道自己成了他的累赘了吗？还是他不喜欢自己？当晚父亲也得知此事，尽管他知道意味了什么，但他坚信小蒂尔所拥有的光之能力定能护他周全。现在他也只能如此期盼，眼前他们黑豹最要紧的情况也就此浮现。照目前这局势发展，小蒂尔似乎已无法避免要前往皇宫。想到这，老父亲已经气得都快把家砸了。事关重大，老爷子决定去告知俩兄弟，然而他都还没开门，两小家伙早就已经偷听了所有。事情太过复杂，以至于他们都来不及逃跑。所以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对伊安下手呢？费勒迪相似已经整装待发，这当即给爷爷吓傻了。还好他们还没胡来，好在维尔表姐不在这，保不齐会发生什么。其实自从小蒂尔拿着他给的羽毛犯了这么大危险，他已经自责哭晕在家3天3夜了。爷爷莫名为他感到心疼，他叹了口气，自己的孙女就是太过善良了，所以你们也要冷静下来。两兄弟当即就被特
特别关照。鲁迪安本就脾气火爆，此刻更加难以保持冷静。要是这刻印没法解开，妹妹恐怕就要强迫嫁给那混蛋太子了。况且皇宫鱼龙混杂，小弟儿万一出了岔子，他们更是来不及解救。两人气得直接兽化，我直接过去嘎了他得了，还是交给我吧，我保证不会留下痕迹。两人越想越疯狂，幸好先把你们绑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门后的小雪豹正悄悄偷听他们几人的对话，他心里嘀咕：哥哥到底咋突然这么生气？不过那个刻印，难道是自己要和伊安哥哥结婚的意思吗？想到这儿，他的脸颊不禁泛起了一丝羞意，心里既紧张又带着点莫名的期待。话说回来，爷爷也明白小弟儿身处皇宫的危险，这份动摇的心让费勒迪看到了希望。果然，身为家主的他早有计划，但是这件事费勒迪成了关键人物，这顿时给他愣住。原来就是要让蒂尔成为黑豹一族的领袖，而这也意味作为长子的费勒迪必须放弃继承人之位。这已经是爷爷最好的办法，让小蒂尔能够争取到成年后再去往皇宫。父亲那边已经点头同意了这件事，剩下的就看他的决定了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言而喻。至于为了妹妹，费勒迪心甘情愿，更何况为家族贡献更多的父亲也同意了，他又有何做不到的？在他心中，蒂尔的位置早已超越了其他一切。不过有个条件，至少先帮我解开绳子啊！对，绑得这么紧，爷爷你是把我当狗对待呀？听到这话，父亲欣慰地拍了拍两家伙，怎么感觉比刚才更危险呀？事不宜迟，爷爷立马召集家族紧急会议，并派人将指令传达到各个领地。寂静的深夜弥漫着到来的硝烟。与此同时，皇宫也同样做出了动作，而深宫之中的伊安也悄然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来了，众人期待的小雪豹终于当上家主了。不过怎么总感觉怪怪的呢？很快到了第二天，皇宫与黑豹一时让帝国轩然大波。皇室发出公告，声称皇太子遭人暗算才导致情绪失控，所幸在光之异能的帮助下及时稳住了局面，眼下正全力追捕真凶。然而关于伊安身上刻印的消息，皇室却只字未提。与此同时，黑豹家族的内部会议也已尘埃落定，小蒂尔无疑成了他们一族最重要的存在，但这让他不禁有些担忧，年仅7岁的自己真的能成为家主吗？爷爷语重心长地安慰没事的，说到来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安排，家族的各项事务还是交于他们来做，毕竟以他现在的年龄贸然进入皇宫，无异于自取灭亡。尽管小蒂尔对皇太子存有爱慕，但即便未来有联姻的可能，他内心也更希望留在家族里，手中的小爪子不自觉地握紧，要是自己快长大就好了。小脑袋瓜里浮想联翩，或许脖子再长个2米高，然后跟爷爷一样挂上个小胡子就好了。坐在对面的老家长丝毫不知道孙女此刻多么可爱，然而蒂尔的下一句话瞬间让他心酸，那么家族不会因为我而陷入麻烦吧？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7岁的孩子竟如此懂事，这让爷爷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，这是大家的决定，你其实不必忧虑的。所以为了我们，为了所有人，你愿意吗？小蒂尔思索片刻，像似下定某种决心般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为了保护大家，为了守护家族，同时他也希望自己快点长大，这样就能把家主还给爷爷了。与此同时，雪豹家族陷入一片骚动。当外公得知小蒂尔即将上任黑豹家主之位时，他满脸的难以置信。侍从这时也急忙上前透露，小蒂尔与皇太子之间进行了某种刻印仪式，而他突然接任家主，很可能正是出于此因。想到此前家中的小废物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皇太子妃，种种身份的加持，哪怕是豹之一族的领袖，这无异于将他踩在脚下，对他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就在这时，一缕异样的黑烟悄然浮现，下一瞬间迅速侵入进他的体内，周身也散发着诡异的气息，很快又消失不见。然而外公的表情却发生了变化，空洞无神的双眸仿佛被人操控。他冷冷下令，蒂尔成为豹之一族的族长，自己绝不答应。豹族的领袖皇室也不能干涉，随即让侍从马上滚去通知。待那人退下后，他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，是休想逃过我的掌控。另一边，皇帝下令让伊安减少外出，尤其要避免让人看到他颈间的印记。至于黑豹家族一有消息，皇帝承诺会及时告知。这件事在伊安心中久久挥之不去，他反复告诉自己，刻印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，但绝不能是小蒂尔。他不甘命运为何如此不公，蒂尔的身影在他脑海回荡，他很想守护对方，更不想让他为自己牺牲。此刻所有恐惧终是将他淹没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般的思念，心悸中的人影，在这一瞬间还是给了他最终的答案。然而这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灾难呢？来了，期待的雪豹宝宝第2季终于来了，全新冬季装扮实在可爱不行，然而危险也伴随而来。7岁的小蒂尔刚当上家主就被质疑，反派势力更是刁难，甚至逼他深入禁地。原来不久前，黑豹家主消息一出来，整个帝国炸开了锅。伊克侯爵第一个急了，让一个奶娃娃掌权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相比一旁的阿尔内侯爵却显得从容，历史上并非没有年幼家主的先例，对他们而言只需配合即可。下一刻话锋一转，不过伊克侯爵咋这么在意呢？难道你们之间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这话顿时刺得侯爵后背发凉，一想起之前庆典得罪黑豹，他心底更加慌了，说话也变得奇怪。我才没有，我同意，说啥我都同意。话虽如此，架不住有人故意找茬，雪豹家主直接跳出来发难，直言豹族首领历来强者当初，那小家伙若想继位，那就与他一较高下。我靠，这老家伙真是给脸不要脸，气得爷爷心里的话都差点脱口而出。之前的账他还没算清，现在更是蹬鼻子上脸。不过却让爷爷莫名感到一丝异常，一向跪舔皇族的雪豹家主，现在竟反其行之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而此刻爷爷啥包袱都没了，当场回对拥有光之异能的小蒂尔足以证明一切，况且能解豹族诅咒，这无疑成了无法轻视的存在。
存在。两人怼得整个皇宫都是骂声连连。没想到这老头更狠，直接道出幕后真相，提及皇太子与蒂尔的烙印契约，他早已得知。爷爷和皇帝当即面露讶异，要知道他们从未对外公布此事，雪豹家主竟如何得知？可见他背后手段极其不简单。然而不止于此，他竟要让小蒂尔孤身前往北方禁地。传闻光之子会在那片永夜降临之地完成换来黎明的使命，如果能够成功，他便承认他的资格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这片猛兽都不敢踏足的禁地，在他口中如此轻而易举似的，而他居然要年纪7岁的小蒂尔去证明自己。这下爷爷的脸彻底黑下来，原来对方真正目的在这，这无疑要了小蒂尔的命。强词夺理的言论让两人一时僵持。可就在这时，小蒂尔突然站了出来。其实他早已听完他们的对话，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。爷爷，这是我的考验，我愿意去。如此懂事的几句话，爷爷此刻是多么心酸。为了不让爷爷为难，为了不让坏人得逞，小手上的力气像是给了他勇气般。是黑豹一族的人，我不会选择逃避，所以请陛下您下令吧。小蒂尔的主动请缨让在场众人动容。皇帝看着这个明室里的孩子，神色越发复杂。就在皇帝准备下令时，皇太子伊安突然闯了进来，眼神杀疯了似的。你们难道是想牺牲一个孩子搞斗争吗？我绝不坐视不管。接着他走到小蒂尔身边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，向所有人宣告，烙印是契约共享的命运，所以我将陪他一起去。说完，伊安低头看着小蒂尔，语气变得温柔。我的命本就是你光之能力所就，若这是你必须去完成的使命，那么我势必与你一同面对。许久，蒂尔前往永夜之地的消息尘埃落定，充满未知的旅程还没出发，就被双向的温柔名场面甜到心巴。父亲答应他会陪同他们到阿尔内边境，这让小蒂尔欣喜若狂。说实话，他也不愿意再次离开爸爸，然而这没办法。自从擅自做主前往禁地，他一直担心爸爸因此会讨厌自己。如今能得到他同行的承诺，还记着父亲说过永远陪在身边的话，小脸上纯粹又治愈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可小蒂尔不知道，此刻伊安心里藏着一个温柔的秘密，两人的烙印其实是单向的，并没有完整缔结。他暗自庆幸，这样反而更好。完整烙印传闻根本没法破除，哪怕皇帝要求旅程结束后必须补完烙印，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婚约，而是守护，远离所有威胁，同时也包括他在内。更重要的是找到破除烙印的方法。这份默默守护的宁静，直到3天后被2道吵闹声打碎，两兄弟吵得天翻覆地。原来这趟险难，黑豹一族为保血脉，只能派一人陪同小蒂尔深入禁地，另一人必须留下镇守家族。毕竟那片地狱自悲剧后就与世隔绝，万一核心成员全部遇险，那么黑豹一族彻底完蛋。所以就请由我前往吧。两人突然默契的异口同声，当即更加炸毛。这你抢什么抢啊？你是下任继承人，该留下的是你。费勒迪不服，怎么可能把妹妹托付给你？而且我去的话，一定能平安归来。吕迪安这下急了，可笑，暴走的你哪有我可靠？两人互不相让，小蒂尔都差点担心他们打起来，最后只能约定抵达阿尔内前再做决定。好在阿尔内侯爵承诺全力配合，所以他们现在得赶紧回领地做好准备。谁能想到原本轻松的庆典会接连闹出这么多变故？几天后，维尔表姐听说小蒂尔回到家了，就立马跑来找他，一见到他便迫不及待追问烙印之事。听说你给那小子下了烙印，还好没把你交出去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接着还护犊子似的补刀，不过好在是单向烙印，这么说伊安就是小蒂尔的部下了。一想起这个，维尔表姐更加高兴，不过还是心疼我们家小蒂尔，明明光是吃好吃的跟玩耍的时间都不够，哪到考虑结婚的年纪？正说着，小蒂尔突然眼睛一亮，下一秒他噗呲噗呲化作雪豹形态，脆生生喊了一声子泽子泽，这一声直接让众人惊喜呆住，抱起这可爱的小萌物。你刚才叫我姐姐了吗？维尔表姐一脸不敢相信，软萌的声音让她的心都化了。两哥哥瞬间醋意大发，急吼吼的那我呢？叫哥哥叫欧巴也行。可这下小雪豹委屈巴巴了，发音实在太难，她也是好不容易才叫出姐姐2字。看到他俩为难小雪豹，维尔表姐直接开喷，去，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棒了，你们羡慕就去当姐姐啊。两兄弟顿时破大防了，妈妈为什么当初把我生成男孩子呀？温馨的氛围没持续多久，出行计划就被机灵的维尔表姐撞破。她指着府邸囤的毛皮布料发问，黑豹领地这么暖，收拾这么多保暖的干嘛？你们要去很冷的地方对不对？两人这下冷汗直冒，要是被这家伙知道肯定会跟来的，当即狡辩这是别人送的流行毛皮服饰，却没想维尔表姐直接一掌啪嗒，都别演了，原来她早就偷偷从家族得知这个消息。完蛋，真相一眼戳穿，见瞒不住了，她兴奋地拍手，一听到真的是那片禁地，想到竟然还有见不到光的地方，维尔表姐更加期待了，这下自己一定得跟着去瞧瞧。一旁的小蒂尔乖巧地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却没想费勒迪直接否决，声称表姐是狼族唯一继承人，姑父说啥都不会让你去的。维尔表姐咋会管这个？心底的小心思明摆摆地写在脸上，说是护送到边境，那到时还不是随机应变？听得小蒂尔心慌慌，子泽好像又要干坏事了，自己还是假装没听见好了。然而这趟旅行究竟藏着多大的灾难呢？完了！小雪豹一听自己是唯一发烧90度的雪豹，顿时天都塌了。做雪豹实在太难了。不久前，小蒂尔还一直好奇那片永夜之地是什么样的，就连侍女也一直半解，只知那境地本是像乐园般美好，但后来却造成了悲剧。传闻那里竟还有精灵出没。然而小蒂尔没有想象中兴奋，反而眼神多了几分共情。他们一定很可怜吧？没有光的地方肯定很冷，就像以前的他一样。或许自己真的能帮助他们。就这样，满是善良的内心裹着幼小的身躯缓缓睡去。第二天，为了旅途顺利，父亲一早就叫上费勒迪把马车全面改装，不仅增强了防御，还利用上黑豹的力量为马车御寒。不过两哥哥本应早日返校，却因陪伴妹妹一再耽搁。卡萨斯不禁有些愧疚。一听返校，费勒迪突然一颤，像是怕什么秘密被拆穿似的，连忙摆手：才没有，一点都不用担心我的作业。这话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，我有说过作业吗？好在这时管家及时救场，原来是费勒迪的冠军
奖品这时已经送到，看着满满一桌的雪原冰花，维尔表姐当场吐槽咋这么点。费勒迪倒是挺惊讶雪豹那边竟这么快寄出，鲁迪安也满是疑惑，那老头子也不像是个爽快的人呀。差不多得了，他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外祖父。鲁迪安当即一阵作呕，他也配啊？你是，那就叫老家伙吧。一旁的维尔表姐无语，你俩这也半斤八两。不过有了冰花的加持，房间的温度让小蒂尔格外凉爽。细心的费勒迪特意在窗前摆上一只，这样妹妹每天都能享受微风所带来的凉意。可如此多的雪原冰花，却是出自外公这吝啬之人的手，这不禁让人有些错愕。然而比起哥哥礼物的贵重，小蒂尔却更在意如今的他已焕然新生。他真的很感谢他的家人，给了他太多的温暖与希望。这份认可让他的使命感愈发强烈。转眼4天过后，出发时刻已到，小蒂尔不舍得与妈妈做了最后的道别。鲁迪安不由疑惑，咋不把相框带在身上？记得上次庆典妹妹也是带着的。可妹妹的下一句话顿时给他俩蒙住。原来小蒂尔听说那里比雪豹领地还要寒冷，满心的他竟是怕妈妈着凉。如此童真懵懂的心实在蒙化所有人。可当得知妈妈从来就不怕寒暑，甚至还能调节自身体温，天塌了！小蒂尔这一刻惊的小眼珠子都六圆的。就连在黑豹领地里唯一的冰窟中，妈妈的短袖还是手拿把掐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？难道他是唯一一只会发烧90度的雪豹吗？小家伙顿时心都碎了，自己竟是只不合格的雪豹，做雪豹也太难了吧！两哥哥慌得急忙安慰许久。片刻，爷爷一本正经地说着最后的叮嘱，可手上不舍的动作实在太过诚实。爷爷再不松手，我就彻底留下来了。鲁迪安不禁汗颜，看着妹妹脑门上2颗大大的扣印，看来爷爷才是最危险的那个。话音刚落，皇太子的身影随即出现在眼前，望着对方绅士般的邀请，小蒂尔这一刻才知道这趟旅程才正式开始。报仇了，报仇了！妹控哥哥这次终于获胜了，早知道刚才掏几把武器出来啊，这就是欺负妹妹的后果。伊安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不久前冒险出发后，小蒂尔满脸担忧，担心骑马随行的爸爸受冻，下一刻才反应过来，好像也只有自己才会怕冷。果然他还是一只不合格的雪豹。爸爸见状暖心安抚，没关系的，我会用异能包裹你和车厢。一旁的鲁迪安也信誓旦旦，他随时也能使用火焰把妹妹环绕。贝勒迪连忙制止，你这是要把妹妹烤了吃吗？还是让我来吧。皇太子突然提议，不如去他的亚空间好了，不仅恒温舒适，还有软垫。这话一出，维尔表姐当即炸毛，你又想绑架小蒂尔是不是？上次的事还没算账呢。两妹控哥哥也奇了怪，明明这家伙有自己的专属马车，怪不得这么拥挤，原来是多了头狮子怪兽。面对几人围攻，伊安一脸淡定，谁让我是皇太子嘛，你们可以受冻，但我和小蒂尔可不行。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此刻谁也不知道在另一辆马车里的副官是多么冷清与寒冷。旅途行进半日，但还没到雪豹领地，维尔表姐也一脸无奈，早知道用他们家的马，不然早就跟飞一样快了。几人一路抱怨，小雪豹则已在哥哥的抚摸中乖巧入睡，这画面实在太治愈了。不久后马匹疲倦，众人休整，小蒂尔早就缠上爸爸的马儿了，却不知另外几人悄咪咪地展开了计划，直接杀向孤零零的皇太子。怎知伊安心里也清楚，自从那件事过后，他到现在都满脸愧疚，他不想辩解，更不想逃避。维尔表姐直接亮出爪子，做错事居然还敢出现在这，说句抱歉就完了吗？不过想着又好像有点奇怪，他不应该必须来吗？这样小蒂尔才能得到皇室的援助。两人如梦初醒，好像也是。可虽是意外，但烙印的事实还是摆在眼前。费勒迪自然不会就此了事，一人做事一人担。皇太子这时竟彻底放低姿态，或许这样他才对蒂尔的歉意弥补些许。听到能欺负皇太子，鲁迪安眼神顿时一亮，是真的吗？我可以悄悄往死里揍吗？随你便，但只能打1拳，再多我就告你们叛逆罪。维尔表姐听见自己的76块腹肌能派上用场，开心的合不拢嘴。怎知下一刻就被伊安强势红牌出局，直接表明狼族的地位还不够。片刻这场剑拔弩张的对峙，最终以一道可爱的疤痕收场。侍卫还以为殿下遇难了，没事，就是不小心绊了一下。尴尬嘴硬过后，伊安来到未来岳父面前正式道歉，没想他刚要说下句话，就被卡萨斯打断。殿下才11岁，本应充满欢笑，憧憬未来。大人们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让孩子活出孩子的模样，偶尔卸下重担也没关系。这番通透又温柔的话，让伊安紧绷的情绪彻底舒缓。他低声道谢，这份宽慰是他第一次体验他人的温暖。夕阳缓缓下落，原本启程村庄的道路却迎来意外变故，所行之路竟无故消失。卡萨斯看着不算陈旧的地图，眉头微蹙。若这样下去，入夜前翻不过山，恐怕山中的他们难以行进，最终只能无奈选择露宿。而突如其来的变故又不知藏着什么危险。小雪豹第一次与皇太子睡觉，就惹得3人全程围观，要想碰我妹妹，没门。就是。此前由于道路消失被迫露宿郊外，维尔表姐一脸埋怨，肯定是鲁迪安这个倒霉鬼害的，不是咋就是我害的呢？小蒂尔看着侍卫搬着被褥忙得不停，不禁有些惊讶，那可不是，我们后面可是跟着100辆马车呢，壮观的很。喂，又不是你的，你得意什么？可小蒂尔却悄悄犯愁，捧着饼干皱着小眉头，原本以为只有几十人，没想现在每人只能分的半块，多少有些寒酸。好在侍女早已为小姐解了难，事先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量的食物与点心。片刻听到侍卫们的道谢，小蒂尔这才开心的笑起来，这软萌模样真的甜哭了。可谁能想到，露宿竟是人为设计的陷阱。外公的眼神透露着无尽的恶意，自己的力量必须在暗处足以显现。脑海一样的声音下达着各种命令，黑暗中诡异的气息控制着傀儡发出恐怖的笑声。然而他们并不知这隐藏的阴谋。夜色渐深，小蒂尔困得眼皮不住的打架，爸爸轻哄着他去休息，明天还有更远的路程。
成，他才乖巧的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砰呲砰呲，变成雪豹的形态躺进爸爸怀中。小萌物没多久就沉沉睡去。这下可引发了抢人战争。鲁迪安第一个冲上来，我来搬。不行，小蒂尔跟我睡，让我来。费勒迪立马反驳，我最有资格保护妹妹。乃至一只手直接打断他们对话。皇太子以一种傲视全城的姿态进入战场。我是烙印对象，谁比我更有资格？这一幕看得几人有些呆滞。他再这样子，我能不能打他？还是把这逆贼绑树上吧。一听这话，伊安察觉不妙，立马躲到卡萨斯的身后。好在最后由他做出了合理的办法。就这样，几人围着小雪豹铺起了床铺，众人这才作罢，开启了各自的守卫计划。不过他们却发现了离奇的一幕：熟睡中的小雪豹周身竟泛着淡淡的光晕，明明之前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可看着这软萌的睡姿，不禁让他们怀疑梦见吃好吃的。唯独伊安担心是不是烙印作祟。然而平静夜晚却暗藏着诡异的气息，一股黑色的邪恶气息骤然出现，下一刻分别朝小雪豹四周席卷而去。还在睡梦中的小雪豹全然不知，正当要得逞之际，一道闪耀的光芒突然涌现，两条光之锦鲤早已等候多时，发起进攻。璀璨的耀光瞬间攻破气息的防御，直至完全消散。正在休息的卡萨斯这才发现附近异样，他立马起身靠近，怎知只见昏暗的夜晚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小雪豹第一次打雪仗就冻得小身板发起了小蝌蚪。不是，我到底是不是只雪豹呀？不过这吧唧吧唧的摇尾巴，真是实在太可爱了吧。不久前，小蒂尔跟往常一样啃着早餐，听着昨晚发生的事。当被问起做了什么梦，他一脸懵懂害羞。原来小家伙梦到吃了个超级大的派，又酥又脆，特别好吃。大家忍不住打趣，怪不得流了那么多口水。更神奇的是，因为昨晚小雪豹发光后，今天众人都显得精力充沛，但爸爸却依旧察觉不对劲。那个时间点竟没一个人清醒，就好像全部莫名的睡着。这不禁让卡萨斯警惕起来。他们走最短路线，快速进入雪原，可途中停停靠靠的阻难，也让伊安怀疑有人故意阻碍行程。既然知道有人谋反，那你还不赶快下车去捉拿叛徒？这两人是不是巴不得我滚呀？渐渐的，漫天飞雪冲淡了未知的阴霾。小蒂尔完全没察觉危机，悄悄地做起了小动作。原来是美滋滋的戴上爸爸送的手套，暖暖的，真的好舒服。回想以前还在雪豹领地时，他是多么害怕暴风雪，如今穿着暖暖的衣服，他早已无所畏惧。停车休整时，早就等急了的表姐第一个冲了出来，小蒂尔则乖巧地跟着姐姐做起了雪球。而不怀好意的鲁迪安邀请皇太子来打雪仗，怎知伊安当场拆穿，我都看到你在雪里藏石头了。一旁的维尔表姐突然拉着小蒂尔，姐姐教你个好玩的，其实雪原里藏着不少好东西。小蒂尔一脸疑惑，乃至下一刻表姐化成狼的形态在附近不停寻觅，忽然砰呲一下钻了进去，下一秒咬着只老鼠直接蹦出。小蒂尔下意识嫌弃的退了一步，但又好像挺有意思，接着变成2.8米的小雪豹跳了出去，扑哧一声栽进了厚厚的雪堆里。俩哥哥上前怎么拔都拔不起来。片刻，一个雪人形态的小雪豹现实亮相，实在太卡哇伊了，姑父家怎么净教些奇怪的本领？表姐一脸得意，你们要不要也试一试啊？伊安一脸拒绝，由于玩得太过疯狂，几人冷得不行，躲进了马车取暖。小蒂尔冻得浑身发起了抖，哥哥一见急惨了，赶忙递上了妹妹喜欢喝的蜂蜜牛奶，热乎乎的感觉顿时让小蒂尔回满了血。小家伙还不忘分给哥哥一起，怎知一条小尾巴莫名的冒了出来，小蒂尔居然对着他吧唧吧唧的咬了起来。这可爱行为直接萌化众人的心，原来他发现这样子身子会暖和许多，不仅嘴巴暖暖的，尾巴也会跟着暖和。看着这可爱又搞笑的一幕，不会是所有雪豹都这样吧？想一想都觉得恐怖。小蒂尔奇怪，难道大家都没有试过吗？想试试吗？真的超级蓬松暖和的。怎知下一刻4双眼睛顿时四目相对，费勒迪一脸害羞，还是不用了。伊安小声正想尝试，不料维尔表姐打断抢先一步，他早就等不及了。紧接着流着哈喇子的狼嘴巴等候多时，下一秒疼的小雪豹叫出了声，可怜的小尾巴上留下了道狼的咬痕，吓得表姐连声道歉，真的实在忍不住，软绵绵的太有食欲，气得鲁迪安心疼不行，下令以后其他人都不准咬妹妹的尾巴。伊安一听脸色瞬间生无可恋，费勒迪还想问他刚才是不是想说什么，谁想伊安直接哭惨了，感觉错过了一个意识的。马车外的卡萨斯一脸疑惑，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？来了来了，妹控哥哥这次真的赢麻了，小雪豹给他们堆的雪人实在太可爱了，可唯独一个人不开心了，为什么给我的是这小小的一根呀？此前经过几天的奔途劳累，卡萨斯发现一个离奇的现象，每到夜晚固定时间，所有人竟都会毫无例外的睡着，连站岗的士兵都逃不过。鲁迪安突然灵机一动，肯定是妹妹觉醒了在山里就会发光的技能。费勒迪一脸无奈，我们压根探讨的就不是这个问题。聪明的皇太子直接道破真相，怀疑深夜说不定隐藏着某种危险，小蒂尔的光芒很有可能是在保护我们。然而蒂尔完全没有那段记忆，想着或许光之锦鲤会给他们线索，可下一刻出现的2条小家伙直接累垮在原地，无精打采，像是耗费了全部力气。小蒂尔一脸担忧，难道真是他们在自己睡觉时保护着他？很显然，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。为了随时做好准备，卡萨斯决定让侍卫们先做休整，随后他唤出火之异能，不管怎样，他势必要把孩子们安全送到边境。然而后面的路途只能靠他们自己了。一听可以下车放松，众人顿时恢复状态。片刻，小蒂尔叫来大家来欣赏自己的雪人，2只哥哥模样的雪人真的可爱不行。话说这狗不狗的模样是谁啊？表姐当即回怼，肯定是你骄傲的表姐狼大人啊！小蒂尔甚至连爷爷跟爸爸的也做了出来。然而一座巨大的雪人直接把费勒迪镇住，小家伙连忙解释这是妈妈。原来可爱的小蒂尔是根据实力来划分大小的。不过看着妈妈怀中的小雪豹，这一幕太让人温馨极了，想必妈妈看到也会很喜欢吧。看着大家都有小蒂尔做的雪人，一旁的叶安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，他不好意思的询问蒂尔有他的吗？
可小家伙这时候突然变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直到一条孤零零的西子尾巴出现那一刻，顿时给俩哥哥笑惨了。委屈巴巴的伊安看着只剩尾巴的自己，他真的想哭。伊安哥哥，我真的只是时间不够。插曲过后，队伍继续前进。没过多久，周围的雪景突然消失，转而瞬间被绿植覆盖，空气都变暖和许多。原来这是阿尔内领地独有的神力，实在太过神奇。由于到达边境，爸爸随行的任务已经结束，他暖心蹲下，再次叮嘱女儿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皇太子也向他保证蒂尔的身威，留下保护妹妹的费勒迪更是使命满满。这声承诺让卡萨斯安心不少，随即正想叫上鲁迪安与维尔表姐返程回去，不过好奇宝宝这时却疑惑起禁区界碑的作用。爸爸解释界碑只能小孩子通过，大人不能通行，所以这里也被称为禁童区。怎知还没等父亲说完，鲁迪安和维尔表姐突然脸色一崩，大喊就是现在！狼之一族的速度锋利在这时骤然涌现，下一刻带着2小只直接跃入边境，看得卡萨斯一头惊慌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当他正想留住费勒迪时，却没想费勒迪也在这时跨入禁区，他满脸抱歉，爸爸，真的对不起了。卡萨斯彻底崩溃。阿玛特拉斯，搞笑又离奇的一幕看得小蒂尔有些恍惚，哥哥们好像做了坏事，就此逃离计划完美成功，只有在一起的他们才是最无敌的。他们向爸爸保证会把好消息带回来的。见此，卡萨斯无奈叹气，而孤注一掷的他紧接着召唤出一道道熊熊烈火，唯有守住好这道关卡，去相信孩子们，成为他如今所担的最后责任。传说的黑暗终将降临，极寒的凛冬即将来袭。小雪豹这次竟成了拯救阿尔内的关键人物。与其他领地不同，如今的阿尔内逐渐面临凋落，被黑夜的诅咒不断侵蚀，被寄予的神树无力回天。然而这凸现的希望之光却成为他们唯一稻草。不久前，为了给小蒂尔留下好印象，阿尔内家主特地吩咐女儿克莱斯去当向导，若能得到小宫女的帮助，永夜之地解除诅咒的那一刻，他们阿尔内将迎来强盛的那天。因此这天全新模样的克莱斯宫女终于见到小蒂尔一行人，两兄弟差点就认错了，这完全与庆典的他不是一个人呀。原来克莱斯为了迎接他们，已经连续3天没睡觉的闷头查阅文献，这才有了这搞笑的一幕。此刻家主心里苦呀，穿着也得注意一下的呀。维尔表姐一见到好朋友立马就抱了上去，戴上眼镜的你更卡哇伊了。小蒂尔也跟着点头，这位姐姐的声音是他听过最好听的，就像是在唱歌一样。维尔表姐非常认同，还有变身后的他们可是又小又可爱，万一忍不住说不定会出现大事的。一听这话，费勒迪总觉得有种不妙的感觉。来到爵府，沿途的景象让他们目不暇接。很快阿尔内家主希尔德亲自躬身相迎，代表皇室的副官也简单问候几句。伊安这时却有些疑惑，若非是领地出了什么事，不然以他的身份不应该只是克莱斯宫女迎接。果不其然，希尔德便领他们到了别处，随即一棵璀璨般的碧绿树木映入眼帘，小蒂尔不禁惊呼，完全就像宝石雕刻的一样。副官这时也一眼认出这是传闻中的神木，由家主代代相传守护，传说只要它不凋零，神之祝福就会永存。可他话锋一转，面露忧色，近来他却在逐渐枯萎，若自己越远离他就衰败越快，而他只能守在城中照料。这时伊安也就此解除心中疑惑，但细心的费勒迪忍不住发问，神木即是阿尔内的重要宝物，如今枯萎的秘密却为何告诉他们？岌岌可危的处境更不应该不被知晓吗？希尔德没有含糊，反而坦诚相待，他希望此事他们能够保密，但树木是需要水与阳光的，然而灾害却一直摧毁着他们，所以现在的阿尔内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光明。至此希尔德也把全部寄托在了小蒂尔身上，他虽表面中立，但内心是真心想帮小雪豹坐上家主之位。这番肺腑之言让众人感受到了阿尔内的诚意。片刻后，小蒂尔被阿尔内的一切深深吸引，他们的草之艺能听闻也尤其漂亮。维尔表姐便给小蒂尔梳发，边说的越起劲，或许是用力过猛，她咋越梳越感觉不对，一脸惊慌地盯着小蒂尔的头发，跟前的小家伙也一头雾水。就在这时，两妹控哥哥刚好推门而入，下一刻顿时被眼前一幕呆住，你手上的头发该不会是小蒂尔的吧？完蛋！完了完了，小雪豹这次真的要变成秃头了，果然你真是只野蛮的狼呀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此前维尔表姐手中的毛发引发的小骚动，好在费勒迪看出小蒂尔是在经历换毛期，赶忙解释其实是宝宝的胎毛脱落，这才保住鲁迪安的狗头一命。虚惊一场的表姐差点就被吓坏了，费勒迪也上前安慰妹妹没事的，反倒是第一次换毛却值得庆祝，不过要想办宴会只能等回家再说了。尽管得到安慰，小蒂尔仍在意掉毛的地方是否明显，大家提议先让他披散头发。片刻后还好有阿尔内的神仙姐姐救场，得知小宫女的尴尬处境，克莱斯主动上前，宫女殿下，让我给你做个花冠吧，这也是我们给第一次换毛兽人的习俗。下一秒异能发动，鲜艳花朵瞬间编织成绝美的花冠，小蒂尔戴上后变得更加可爱许多，不仅能当漂亮的装饰，还能时刻闻到花的香味。小蒂尔非常满意这份礼物，同时也感受到阿尔内异能的奇特，就连培育的绿植也能操控，不过也要控制得当，不然就会出现屋外许多奇形怪状的景象。解决了换毛的小困扰，伊安冷不丁的突然在一旁出现，吓得维尔表姐一个机灵，其实她早就在那用阴险的目光盯着小蒂尔了。你们说谁阴险呢？回归正传，此行的目的还是探寻永夜之地的信息，也就是克莱斯这几天所待的藏书阁。很快在他的带领下来到门口，只是出入受限，需要解开家族内的特殊机关才能进入。话音刚落，克莱斯竟变身成一只黝黑的粉色小鸟，鲁迪安的眼睛顿时亮了，小小一只真的好可爱。几只小猫也在这时明白表姐要忍住的话，不然真有可能一口就含在嘴里了。克莱斯熟练地飞向建筑顶端，紧接着一道咒语在正门传入，藏书阁的大门也就此被打开。可由于书阁需要密闭保存，所以漆黑的空间成了眼下的难题，但这怎么能难倒我们的小雪豹呢？下一刻楼梯瞬间铺满了温柔的光线，大家这才发现小蒂尔越来越熟练自己的能力了。小家伙嘿嘿一笑，而这光芒与普通的光截然不同，让克莱斯体内的心律之力感受到莫名的亲切感。他这时才明白
白家主对小蒂尔的寄托是多么的大。书阁内部宽敞又静谧，同时弥漫着陈旧的气味。众人在翻找线索时，克莱斯也提出他这几天的研究进展，也就是被灭亡的水之一族埃弗拉德。传闻很久以前，永夜之地曾是他们的领地，当时的他们更是比肩强大的黑豹一族。可家族中竟曾有人投靠邪神奥菲欧，因此出现了光与暗的争斗，水之一族也就此灭亡。相关记录在后来也几乎被一抹而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听到奥菲欧3个字，小蒂尔突然浑身僵硬，整个人霎时毛骨悚然，眼中的金眸竟在这一刻有了回应。明明只是第一次听说，但他却知道那是个可怕的恶魔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一道深邃恐怖的声音在黑暗中低声自语，自己的计划竟全都失败。如今的对方不可能变得这么强大，为了那微不足道的存在，怎么还有人会不惜沉重代价帮他？可当他看向自己精心培育的傀儡，他竟不禁冷笑。烛火终究仍是烛火，即使是火焰的阻拦，还是那神木的保护，都终究逃不过那纯粹的黑暗气息。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。命定中的宿敌却在一次次真相中反复靠近，小雪豹体内的希望之光竟再一次给予了回应。模糊的记忆尚未探寻，邪神奥菲欧之名却让蒂尔拉起了警报。察觉到小蒂尔的异常，众人开始为他担心起来。许久，小蒂尔缓缓回过神，体内的厌恶感这才慢慢消散。而这也再一次印证了费勒迪心中的猜想：打破平衡的黑暗之神奥菲欧，其实就是黑豹狂症诅咒的凶手，也是光之女神长久以来的宿敌。所以蒂尔才对这个名字有了本能的反应。克莱斯本想提议先休息一下，没想小家伙却摇了摇头。一无所知的他们此刻正是了解的时机。从古书残留记载中，埃弗拉德有人召唤了邪神，也致使他在那自由地使用黑暗力量。然而在与光明交战落败后，他竟在撤离时对那片土地降下了诅咒，因此才成了现在的永夜之地。埃弗拉德也随之灭亡，相关记录大多也被抹去。好在这里部分资料躲过了审查，关于诅咒的信息也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。此刻克莱斯并没藏拙，向大家表示随意观看。可由于藏书阁光线实在太暗，他们带来的灯也不够他们使用。没想小蒂尔这次又直接开挂，还没眨眼的功夫，竟召唤出一条条超级可爱的小锦鲤，甚至还能跟在大家身边为他们照明。众人纷纷赞叹他居然学会了这么神奇的法术。小蒂尔有些害羞，表示其实他每天晚上都会跟小鱼们一起练习的。这话也让费勒迪发现不对劲，异能召唤物本该毫无意识，难道他们拥有独立于蒂尔之外的自我意识？而这也代表了此前夜晚锦鲤守护他们的说法。许久，鲁迪安第一个坚持不住，一看书就困的毛病直接犯了。表姐一脸不爽吐槽，相比早就习惯的费勒迪就显得平淡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小蒂尔突然被书上的内容吸引，他连忙跑去分享给伊安哥哥。原来书上记载的竟是代表皇室的亚空间，尽管混杂着某种古语，但这也让伊安有了意外收获，当即表示自己愿意用任何代价暂借回去。克莱斯虽有为难，但他还是愿意协助皇太子的。得到答复后的伊安心中暗喜，小蒂尔竟又在无意中帮助了自己。他原以为亚空间的资料只保存在皇宫，而这或许是他见过的最古老的记录。稍作修整后，众人享用着阿尔内准备的餐点。鲁迪安越吃越惊喜，这里的食物竟然连草都那么美味。一旁的维尔表姐听得很是无奈，你该不会就知道吃喝玩乐吧？阿尔内家主也在这时走了进来，听闻小宫女到了换毛期，他很是欣慰，这也代表宫女殿下迈向成年的第一步。而成年2字让小蒂尔勾起回忆，从前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成人，只有活到那一天，自己才能离开那狭窄阴暗的阁楼。那时候的他无时不刻向往着外面的世界，而这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如今的他貌似已经实现了。他非常珍惜现在的家人，因为在蒂尔心中，他们的温暖让自己变得无比幸福。他也很愿意为家族完成使命。然而刚沉浸在温情里，一道紧急的消息却突然砸来，北边天气意外恶化，通往永夜之地的水路即将封闭，若今晚不立刻出发，恐怕为时已错过最佳时机。情况之紧，让众人都懵了。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伊安心感不安，尽管得到阿尔内的支援，但无论是莫名消失的道路，还是露宿夜晚的沉睡，加上意外打破计划的提前出发，种种迹象都像是要把他们困进黑暗之中。而这又究竟是谁的阴谋呢？完了完了，小雪豹这次真要冻成棉花糖了。不久前，众人连夜刚开始向永夜之地进发，却不料被一阵寒风给了下马威。鲁迪安无所畏惧，区区冷风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可是发烧90度都不怕的黑豹。没曾想下一秒直接被打脸。根据阿尔内记载，原来这诡异的风是从永夜之地吹来，其中更是夹杂着不祥的气息，温度甚至比雪豹领地还要更冷。然而马车内的小雪豹此刻已经冻成一团，不停地吧唧吧唧自己的尾巴，这蒙样属实给表姐吓了一跳。不过好在有哥哥在旁，火之异能取个暖应该不在话下。怎料费勒迪却怎么也释放不出火焰，他霎时就猜想是这风搞的鬼。果不其然，其他人也纷纷施展不开，就连克莱斯姐姐都冻成呆呆鸟，而唯独有一人勉强使用。此刻伊安早已躲进亚空间默默避寒，他边招呼小蒂尔来他里面取暖，边用嘲讽的眼神看向费勒迪，仿佛就是胜利者的姿态。这次总该是我赢了吧？原来伊安体内的光明烙印帮他抵御了不祥的气息，内控哥俩看得直接气炸了，这完全就是作弊啊！艰难前行一段路程后，好在这边暖和了一些，众人终于抵达境地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伊安立马命令侍卫时刻做好警惕。境地满是漆黑荒凉的景象，为了到达最高点的场所，寻路却成了眼下的一大难题。根据克莱斯从书中了解，传闻光会指引他们前进的道路。下一刻，小蒂尔一脸蠢萌的不知所措，此刻的他还在捣鼓自己的花环为何凋落。小家伙顿时被看得冒起汗来，这才想起或许能问问自己的小鱼儿们。他赶忙施展异能召唤光之锦鲤，萌萌的与他们讨论起道路的方向。小鱼们在一番思索后，突然像是有了答案般，立即向小蒂尔汇报工作。这场景顿时给伊安呆滞住了，他第一次看见有自我意识的召唤物。好在一旁费勒迪对这个现象有了心理准备，或许真是与蒂尔体内传说的力量相关。一路上，众人格外小心，脚下到处布满折断的树枝，空气中
弥漫着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。仔细观察才发现，这些树木虽已死去已久，却像是凝固在生前的状态，叶子没有枯萎，依然保持着原本的形态，仿佛这片土地的时间早已停滞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传来细微的动静，侍卫立刻进入警戒，举起火把照向声源处。火光中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映入眼帘，黝黑的蓝发下透露着满是恐惧。见士兵要抓他，就立马转身逃跑。小蒂尔下意识感觉不妙，急忙化成小雪豹紧跟而上。他刚才看见对方明显受了伤，或许自己能帮助到他。很快，小蒂尔追上了女孩，随即化为人形向她表明误会，这让恐慌中的女孩一时语错。确认对方没有恶意后，他竟彻底放下防备，向小蒂尔求救。与此同时，侍卫也跟了上来，仔细地把宫女殿下护在身后。费勒迪也在这时拉住妹妹，不要掉以轻心。然而眼前女孩像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虚弱地含着泪花祈求帮助。怎料话音刚落，竟直接瘫倒在地。在火光的照耀下，众人这才看清她的样貌，水色蓝发与海般的眼眸，根本不是普通亚人的容貌。这孩子到底是谁？来了来了！小雪豹这次救的竟是只可爱的小乌龟，几个妹控当场如临大敌。不久前，女孩样貌的特殊引起了众人的关注，纷纷猜想她的身份。而显眼的蓝发或许真是水之一族的后裔。然而历史摆在眼前，灭门的事实真的无可厚非吗？就在这时，眼前的女孩身体竟渐渐变得斑驳，几人当即吓得眼珠子都瞪得溜圆，看来还是得赶紧搭帐篷疗伤。到了深夜，由于种种离奇的现象，让伊安心中升起诸多疑虑。若真是水之一族，明明渡河前往阿尔内绝非难事，这孩子为何会被困在这片黑暗之地，而也从未向外界求助？费勒迪也赞同他的说法。据他了解，阿尔内虽几次过河调查，但却从未有过这里的记录。此刻伊安涌起一个恐怖的猜想，恐怕他们是因某种原因被牢牢困在了这里。许久，帐篷内女孩缓缓醒来，第一眼便看到了萦绕在旁的光之锦鲤，陌生的光源让她满是恐惧，同时也惊醒了在一旁守护的小蒂尔。小家伙连忙温柔安抚，没事的，他只是条善良的小鱼。女孩听完，情绪才稳定下来，呆呆地盯着这陌生暖和的光鱼。由于随行医生只是简单处理了伤口，小蒂尔还是暖心地询问其身体状况。话音刚落，女孩身上斑驳的伤口竟在小鱼的映照下渐渐消退。小蒂尔没有隐瞒自己的能力，得知对方竟拥有光之异能，他顿时眼中满是震惊与希望。下一刻，一把就抓住小蒂尔的手。妹控狂魔鲁迪安一见哪忍得了，直接立马夺回妹妹。谁允许你碰我们家蒂尔了？怎料小蒂尔当即化身小妈妈模样，直接驯化过激的鸽子，吓得鲁迪安乖乖跪地求饶。温柔化解矛盾后，女孩终于道出自己的身世。原来她是水之一族的后裔，族群靠着光之女神赐予的湖泊生存，托女神的福，即便在黑暗中，湖泊周边的鱼群与植物也能正常生长。它们也是依靠湖边的夜光石代替光照生存下来。可近来一切都变了，周围赖以生存的东西逐渐消失，像是被降下诅咒般，它们竟一见光皮肤就发黑剧痛，甚至直接失去性命。这就是她受伤倒下的原因。然而如今看着自己伤口竟全部愈合，本是绝望的她却像是看到了希望，同时也向蒂尔恳求光明的求救。伊安心中凛然，这诡异的诅咒定然与邪神奥菲欧脱不了干系。随后安排随行医生为他们族人做进一步检查，同时郑重叮嘱他对蒂尔放尊重，她是我未来皇太子妃，不是你的朋友。这波强势护妻直接给他吓得冷汗直冒，就连一旁的小蒂尔也害羞得不敢睁眼，咋感觉心中被刺了一下。路上得知他的名字叫做卡尔，这顿时给两兄弟一个重锤，原来这家伙竟是男的呀。然而行进时的火光让卡尔面露难色，小蒂尔本想用他的光代替火把，怎料被伊安直接驳回，能量的消耗不是蒂尔能够承受，小家伙只好另想办法。忽然小蒂尔灵光一现，若卡尔变作兽化形态，这样抱着他挡住光就好了。见有办法，男孩的眼神都亮起来了。身后的伊安感觉不妙，下一刻一只水蓝色的小乌龟落在小蒂尔手上，萌萌的样子让他喜欢不行。殊不知此刻身后传来3道醋意，这家伙居然敢占妹妹的便宜，能不能刀了他呀？很快众人便到了夜光石所在的湖泊，数量之多，就连皇宫都难得一遇。然而大多光芒微弱，甚至还有的彻底不亮的，明显就是被诅咒影响。可就在这时，黑暗里突然竟传来一道喝令，拯救黑暗的女孩终于到来，希望的光芒彻底照耀。小雪豹这次竟成为了关键人物。不久前，众人刚到湖边，却遭到男人驱逐的喝令。当他看到卡尔的身影，又急又气，连声质问他为何私自外出，甚至以为卡尔是被外来人抓住才带到此处。伊安见状，示意士兵熄灭所有火把。卡尔急忙辩解，表示自己不是被抓的，而是他主动拜托小蒂尔一行人前来。男人听完更是慌不择乱，他深知族群所受的诅咒，就算逃到外面也不会有能帮到他们的存在。然而卡尔下句话却让他诧异，眼前的女孩竟是传说中的光明之子，他难以置信。小蒂尔虽有些怕生，但还是鼓起勇气展现光之异能证明自己的身份。男人见状更加震惊，询问他们究竟是何人。伊安没有废话，直接表明皇太子的身份，奉命来此执行任务。得知来人，他瞬间惊了，想必其他的人也是大家族子弟，情绪这才平稳下来，并恳请他们务必不要用火把。来到村落，原来伊尔姆是村落的负责人，此前为了寻找卡尔才碰巧与他们撞见。随后伊安提出让医生为他们检查状况，却被伊尔姆直接拒绝。陈生表示族人见光身体就溃烂，哪怕提供医生观察的那一丝微光，都会让病情恶化。这份决绝让伊安感到情况的严重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伊尔姆竟跪求别给这片土地带来黎明。几人当场懵了，本想他们会被欢迎，该不会你们是黑暗的走狗？原来他们长久的黑暗生活早已让他们无法在光明下生存，与其被光明痛苦吞噬，那不如在黑暗里慢慢结束生命。对此伊尔姆无奈地感谢他们的好意，这份绝望让小蒂尔有些同情。就在此时，卡尔出声反驳，拉起手臂向众人展示他身上
上的黑色痕迹因光之翼能奇迹般的消失了。小蒂尔这时也向前一步，轻声诉说曾经他也与黑暗对抗，也深知自己的能力能够给他人带来希望，所以他恳请伊尔姆能否给他一次尝试光明的机会。可伊尔姆却不敢拿族人的性命冒险。然而变故突生，有人急切呼喊伊尔姆，称赫罗德的状态愈发危急。事发突然，费勒迪拉住小蒂尔，温柔的让他不用勉强自己。来到房间，男孩身上黑色诅咒已然蔓延全身，虚弱的身体奄奄一息。卡尔此刻满是泪水，哥哥，我把光之子带来了，这是神明回应我的愿望。伊尔姆本想隐瞒，但床上的男孩还是听到些许，本是绝望的眼眸多了一丝希望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可弥留之际，他却拉着父亲的手，说出最戳心的心愿：反正都要死了，爸爸，让我见一次光明吧。这让伊尔姆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。他转头看向小蒂尔，声音中带着颤抖：请恳请您让我的儿子看见光吧。情况紧张，小蒂尔没有犹豫，立刻催动光明之力。下一刻，柔和的光芒瞬间包裹住男孩，没有一丝刺痛，只有温暖。在光的照耀下，男孩身上的诅咒竟慢慢的开始褪去。很快，久违的温暖让他渐渐睡去。光明中，伊姆尔第一次看清儿子的脸庞，而这份迟来的光芒彻底成为他们的希望。小雪豹真是太可爱了。为了不让兽化的小雪豹孤单，全家人决定都化身兽人陪她。小雪豹就这样毫无反抗的被侍女轻轻叼了起来，她有些害羞的羞红了脸。小蒂尔才知道，黑豹家族的仆人竟都是喵星人，就好比维尔表姐家的仆人都是旺仔人一样。侍女暖心的带着她开始今天的游玩，一进到房间，竟全都是猫猫们的小箱子。小雪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小房间，两妹控豹哥哥这时也找上了门，邀请妹妹要不要去他们那儿坐坐。要强的费勒迪还有些羞涩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从刚才开始怎么有点热热的感觉？抬头一看，竟发现原来后面那个大团子居然是父亲大人呀！小雪豹真是可爱极了。今天又是全家陪她兽化的一天，自从收到妈妈的礼物后，她一天25个小时都抱着她睡觉觉，闻着妈妈的味道，真的好温暖。就连一旁的两兄弟都有些羡慕，尽管嘴上说着要有大人的模样，不能跟小孩子那样撒娇，但终究还是啪啪打脸。我只是为了保护妹妹才来的。我也是。夹在中间的小雪豹不明所以，今天哥哥咋有点怪怪的？想起从前还只会兽化的他们，也是整天睡在妈妈的房间，但是妈妈的离开让鲁迪安思念不已。懂事的费勒迪告诉他小声点，要是让爸爸知道会伤心的。可还小的鲁迪安哪会知道这些？两兄弟为此还大吵一架，直到最后瘫倒的时候，费勒迪的懂事终究被妈妈的思念淹没。两小只默默地掉起了小眼珠子。今天家里异常的安静暖阳，好奇心让爸爸出来瞧瞧是咋回事。进门一看，原来几个孩子都睡着了，他小心翼翼地怕吵醒他们。看着如此温馨的场景，蕾娜，要是你在也该多好呀！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孩子长大了。小雪豹真是太卡哇伊了。为了照顾小雪豹的兽化能力，今天又是大家陪她毛茸茸的一天。这次就连皇太子也亲自上场，他满脸自信，同时又有些担心，害怕小蒂尔被他这炫酷狂拽猛兽一样的外表吓住。只不过一开门，两只凶猛的大家伙直接盯了过来，原来是父亲和爷爷的贴身保护。小雪豹一脸兴奋，一点都不知情背后的目光。尴尬的皇太子瞬间就怂了，老实巴巴的蹲坐原地不敢动弹。两家长幸好没有给他难堪，殿下就放心去玩吧。小雪豹一听伊安是来找自己玩，开心的不行。伊安哥哥毕竟比起一般人还要大，小雪豹好奇地围着他打转，满脸新奇，尤其是那像狗尾草一样的大尾巴，晃来晃去的看得他超想抓住它。下一秒忍不住了，直接扑灵灵蹦了上去，伊安都差点被他吓住。小雪豹哭唧唧的连忙道歉，不知道为啥，他真的太诱惑了，小爪子到现在都不肯撒开。没关系的，你开心就好。脸上不时强压那道微红，被抓住尾巴的感觉真是痒痒的。小雪豹为此还给他准备了箱子礼物，毕竟在他看来，谁都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，没想到这给他绷住了，好像有点太小了。下一刻啪的一声，不好意思，俺拆了个家。小雪豹顿时要哭的心都有了。伊安连声安慰了好一会儿，回去时还特地嘱咐副官要拿回去修一修。不是殿下，这是搞哪出呀？小雪豹这次真的太可爱了，为了夺下毛茸茸的一天，表姐直接施展了绝杀。可恶，你不准作弊！自从姑姑一家来黑豹做客，维尔表姐就完全占到了主动权，俩妹空哥哥挡都挡不住。快过来，我的妹妹，我带你玩好玩的。小雪豹一听眼睛都亮了，扑通一下就趴上表姐结实的后背。一旁俩哥哥看的都嫉妒极了，快回来妹妹，沾了一身狗毛可不好。喂，我才不是狗，是狼好吗？况且你们那黑不溜秋的毛丑极了。费勒迪气的不行，你别教坏我们的妹妹好吗？怎料表姐直接丢出杀手锏，两人当即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，太可恶了，竟然拿出毛线球这种好东西，受不了！看得被折服的两个傻家伙，表姐一脸满足，自己居然是被毛线球击败，真的太伤自尊了。此刻的小雪豹早已萌作一团，毛茸茸的太可爱了，表姐心都快融化。费勒迪可没那么容易放弃，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武器，听说没有哪条狗子会接受不了这个飞盘，不错，扔远一点，最好让他滚回家。下一刻，费勒迪用力一甩，同时大喊奥利维尔，接着可没想到姑父竟直接在空中捷足先登。没中计的表姐一脸得意，你们也太幼稚了吧，小蒂尔可别学他们，真是贼喊做贼啊！明明是你先开始的，争夺小雪豹的战争已经不可开交。可怜一旁的姑父不停向姑姑认错，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在孩子们面前这么幼稚。小雪豹此刻不停冒汗，快过来蒂尔妹妹，快回来妹妹，
妹，小脑瓜头都要晕了，不知道如何选择。很快他拿起画笔做出绝妙的办法，我可以跟哥哥子泽一起玩好吗？萌萌的瞬间让三人抵挡不了。好吧，只要有小弟儿你在身边就行了。老婆，孩子们都走了，现在你能陪我玩一会吗？小雪豹真的太可爱了，就连长胖了都惹来大家的疼爱，我一点都不想长肉肉呀。自从伊安和哥哥给的冰花太多，小雪豹根本就不觉得热，就连简单发烧90度都不在话下。可今天刚想去帽子小窝睡觉时，咋感觉有种累累的感觉？然而下一刻他傻眼了，自己这是变胖了吗？小家伙可怜兮兮的趴在被窝哭泣，他有些不甘心，或许只是自己长毛了呢。于是他找来了所有人为他确证，我变胖吗宝贝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呀？爷爷跟着附和，说什么呢？你都瘦成骨头了。是啊是啊，我们的蒂尔越来越可爱了。听完小雪豹彻底放下心，看来自己是长毛毛的缘故，却不知这时有只小坏爪伸了过来。鲁迪安笑嘻嘻的一脸确信，妹妹这分明是胖了呀。没想到下一秒直接倒头就睡，爸爸几人急惨了，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。一旁的小雪豹彻底绝望了，呜呜的接受不了事实，我以后一天只吃一顿好了。两个老家长劝了老半天都劝不动，不过一想到小雪豹吃饭可爱的模样，肉嘟嘟的样子可太卡哇伊了吧，原来这是俩人早有所谋，说什么都不能让小雪豹瘦下去，连忙下令给宝贝孙女加餐。对，至少一天加50顿。侍女听得一脸模糊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完了，我可怜的小雪豹都不知道背后的阴谋是有多大呀。小姐，你看再吃个蛋糕我们再来减肥好吗？小雪豹真的太可爱了，就连副官都被她彻底萌化。原来在旅行的路上，副官由于思绪正独自一人难受着，正巧被溜出来玩的小雪豹瞧见，于是迈着2.8米的小短腿上前询问。原来一切都来源于一场误会，他本是中部温暖草原的鹿族，天生怕冷，结果殿下以为他是北方驯鹿，特意把重任交给他。然而殿下连自己种族都搞混，这也太过分了。他越说越委屈，想起在雪豹领地的他，每天晚上就算盖着3层被子都冷得不行。他为了家族荣耀留在皇室打工，这使得连初恋的花鹿小姐也与他分手，自己看来怕是要在皇室老去了。说着还让小雪豹保密，这碎碎念的样子，委屈巴巴别样的可爱。小雪豹都忍不住感慨自己知道不得了的秘密啊！没想回来时正巧撞见皇太子。话说殿下脸上咋像是被人打了一样？皇太子赶忙转移话题，我就是不小心摔了，不该问的别问。结果下一秒竟看见小雪豹正暖暖的抚摸他的副官，这顿时给他羡慕的不行。傲娇的他屁墩墩的跟着小雪豹，我什么时候也能被小弟儿摸摸头呀？小雪豹真的太可爱了，就连换毛期也被大家喜欢着。回想起5年前俩妹空哥哥第一次换毛，就掉的绝服满地都是黑毛球，侍女更是收拾不来。然而一旁的老父亲满是愧疚，没有好好照顾孩子们，他真的很抱歉答应蕾娜的承诺。俩小家伙明明说话还不利索，却懵懂的察觉爸爸哭了，小声咪呜咪呜的安慰。闻后的老父亲越看越不对劲，看来他得想个法子了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他。怎料几天后家里彻底闹翻了天，维尔表姐带着她的毛强势登场，爷爷怎么把这个疯子带来了？而在一边的副官正默默地收集皇太子的毛发，皇族的毛发十分尊贵，可不能随意散落。没想到场面更加混乱，门后的罪魁祸首也顿时哭了。如今我们的小雪豹也迎来换毛期，就连毛发都是毛茸茸的，要是丢掉实在太可惜了。突然费勒迪灵机一动，提议把妹妹的毛发做成专属玩偶。没过多久，作品新鲜出炉，众人兴冲冲喊小雪豹来看。结果看清玩偶模样后，他当场就被愣住，一言不发，萌萌的样子，脑子还在拼命思索，原来他就是长这样子吗？老姐还得意洋洋着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许久等众人散场，小狮子连忙带着副官过来，大家终于都走了，快把这些装上我们的马车吧。这宠溺的操作看得副官一脸懵，他还是太年轻了。来了，原来除了小雪豹那么可爱，就连身边的家长们也萌萌的，尤其是我们姑父这只小狼崽。多年前9岁的妈妈强势的赢下比赛，按照约定，他成功当上黑豹们的老大。塔萨斯满脸无奈，姑姑补刀明明是你拿我一起当赌注的。蕾娜却不以为意，与其跟着你哥哥，还不如来跟我混。怎料转头一看，姑姑身后竟跟着一只小狼崽。原来斯特凡姑父一直闻着味躲在他的身后，他实在太喜欢这个黑豹姐姐了，甚至幻想被黑豹姐姐揉肚子的场景，这完全就是深陷爱情当中了呀。这天姑父带着他精心制作的花项链，开心的准备去找黑豹姐姐告白，怎料刚进黑豹家就被黑豹爷爷赶了出来。我就说哪来的狼臭味，原来是你这小不点啊。回去的路上，由于花项链被弄丢了，小狼崽姑父懊恼的不行，为此他第2天特意洗了300遍澡，身上也弥留着香喷喷的味道，心想这次应该不会被赶出来了吧。很快他偷偷的来到艾迪安的房间外，小爪子不停拍打着窗户，子泽，嗷呜的叫个不停。这操作给姑姑吓了一跳，正巧他惊喜的发现自己的花项链竟然在子泽的房间里，这顿时给他兴奋的不行。姑姑一脸疑惑他的行为，这狼崽弟弟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每次都能找到自己？与此同时，狼族爵府的侍从们都懵了，最近的少爷真是奇怪，每次回来身上都沾着好多黑色的毛，而他们却不知道，他们的狼崽少爷早已深陷那位黑豹姐姐的池塘里了。